公司第几代，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台2024总统立委大对决开票特别节目。今仔特别节目计共有5点钟，会到暗时的10点哦。下晡5点到8点是我苏君甲嘉禾来为大家服务。讲到这个选举开票啊，先带观众朋友来看，恁的电视画面，恁的倒手边呢，会当看到讲这是3位总统候选人的伫咧全台湾票数加起来，以中选会公布票数为主。不过今年的公共集团头一届家己伫咧6都报点选1500个开票所，派人回报上届新的票数。那伫咧画面的下骹呢，是73位地方立委的票数统计，最来源同款是根据着中选会票数统计，地方选举是上届关票的人当选，所以显示出来是得票率前2冠的2个。若讲到上下骹转呢，也有立委票数走马灯，是依照选区立委号码落去走，同款是根据着中选会统计。4点投票投煞咯，无等中选会嘛有淡薄仔票数。今年公共集团第3组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总部，各有3党的中央，各有6都立委候选人，计共有25个连线点，随时来回报上新的状况。但在暗时8点到10点，主持人黄平林甲专家学者会为观众朋友来解剖选举后国内政治局势、各两化甲国际关系。既然今仔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开票，今仔日邀请到2位专家学者，甲咱做伙来关心这开票，也个分析这届大选的情势。头起先要来介绍是台湾特约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一位要邀请的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李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咱来先请苏君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几届的总统大选。带观众朋友来看台湾历史上的总统选举，对1996年开放总统直选，头一年直选的总统、副总统任期对6党，改做4党会当连任1届。国民党的李登辉个连战是摕到581万票，超过5成的票数。虽然2000年是头一届的政党轮替，民进党的陈水扁是摕到将近4成的选票，打败国民党的连战，甲脱离国民党参选的宋楚瑜，结束国民党伫台湾55党的执政。伫2004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对决国民党的连战，甲亲民党宋楚瑜的组合，陈水扁成功连任，也毋过赢不到3万票。伫2008年，国民党派出马英九跟萧万长对决民进党的谢中廷跟苏贞昌，马英九是以超过5成8选票选赢台湾第2届政党轮替。伫2010年，马英九跟吴敦义嘛以过半的票数连任。虽然就是2016年又过1届政党轮替，伫2020年蔡文跟赖清德是超过5成7，817万票。这嘛是史上上悬票的记录来连任。再来看投票率哦，伫2000年头一届的政党轮替，投票率超过8成，这嘛是有史以来投票率上悬的。也毋过哦，刷来投票率就愈来愈低，到2016年投票率只有66%，也毋过顶一届投票率是超过75%。有分析是讲哦，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家己的国家家己救，所以袂少少年人专工回国投票，投票率才称悬。有分析嘛指出讲，投票率7成是一个指标，代表讲少年人拢出门去投票。前几届的选举拢显示讲，伫少年人支持者会当得天下。也毋过伫去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拍破这款的讲法。即届的总统大选，咱嘛当继续来观察。再来看这几党哦，那伫政治版图的所谓。虽然讲过去有新党、阁有亲民党、甲时代力量等第3势力的出现，也毋过主要嘛是2大党的对决。伫2016年，民进党是搁再执政，除了华人、台东、阁有马祖、甲金门，其他拢是历史的版图。2020年，蔡英文为史上817万票上悬票来连任，也毋过伫新竹、阁有苗栗，说是国民党选赢民进党。
台湾民众党伫2019年成立，2020年伫立法院摕到50个立委，成做国内第3大党，白色力量愈来愈大。这届党主席郭文哲嘛，成做是总统候选人，第3势力敢有赢面，也是讲会防弃保，选后咱国内政治版图会有啥物改变？大家拢正关心。感谢苏军甲咱分析解说，讲到咱台湾的选举当中吼，那讲到台湾特别选举，全世界真侪做政治研究的学者，拢会来到台湾观察到咱台湾一个民主选举的活动。啊，在今年呢，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要举行选举，台湾是今年的头一场。张总统蔡英文就讲啊，今仔日全世界关键字绝对是台湾，而且有真侪外国媒体讲，台湾敢若会当投票这个动作就赢咯，无论是谁选赢呢，拢是代表台湾真正赢。事实上呢，这届选举含这两岸局势，还有国际局势，两岸关系会有出现什么款的变动呢？先要来请教到吴老师，为什么讲台湾这届选举会变甲遐尼啊关键呢？是咱这届台湾的选举。全世界拢在看，看啥物？看咱台湾为着咱家己的生活方式，为着咱的民主的迄款选择的方式，会当延续落去无？为虾米？因为咱知影伫过去的时阵，中国伫全世界伫布置伊的实力的时阵，各国拢会看到伊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对伊的国家来讲是无好的。但是咱中华民国台湾伫过去的这段时间的经验，会当互因作为一个迄款介绍的部分，尤其是伫咱过去的时间内底，咱台湾的基础实力，咱过去伫防疫内底，民主的生活方式内底，拢会当做到一个平均的一个情形。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底足歹做会到的所在，因为过去中共一直讲因的迄款。做代志的方法较科学、较有实力、较有效率，但是对着民主的部分，咱一方面会当关键着民众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佫会当布置着民主的这个平衡。所以你安怎抓着这个平衡的部分，其实各国拢在看。所以咱这届有足侪观选团来，嘛有足侪学者的专家拢来到台湾。为什么？因为要甲台湾即摆这个关键的选举，要互全世界拢知影。伫面对中共威胁之下，也佫有一个这个民主国家会当拄伫遮，伫民主的阵营内底、民主的同盟内底，会当是变成一个定态的观念。哦，所以其实以老师你的概念来讲，其实台湾是徛伫咧民主的上头前的对啊。也安尼想要请教李老师啊，就你的观点来看，台湾为什么会当成做一个世界台湾？是啦，确实讲，你若种像蔡英文总统伊踮咧即个新的讲话就讲嘛，即摆台湾是世界台湾，确实无毋对啦。啊，问题我有甲即个吴老师较无共款的观点。无毋对，即马台湾是唯一吼，一个世界唯一一个华人社会内面一个正正是民主的、完全民主社会的一个国家。啊，这是中共上惊的，因为对中共来讲吼，伊当然大家拢知影，伊想要甲台湾食落去。问题伊要安怎食，要安怎希望台湾自动甲伊统一，这伊是对伊来讲是上麻烦的代志。所以为什么蔡总统直直讲，台湾主要维护家己的制度，吼，啊，甲坚守家己的这个主权，咱就唔惊中共安怎对咱来打压。所以对咱来讲，吼，其实这届选举，除了讲甲全世界人讲，咱台湾不管中共安怎拍台湾，变怎拍啊。不管咱习近平吼，免咱讲啊，台湾人应该甲咱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咱两岸应该统一。不管喏，台湾人就是徛出来，家己要决定未来4年要有多一党，吼，要有多一党来领导咱这个国家。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这届为什么足侪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来看？因为主要是讲。因咧烦恼，还是讲因咧看，就讲因咧观察。那民进党对，是讲伊迄个赖清德，大家拢知影，伊可能会继续即个蔡总统的即个政策。啊，若是国民党赢，啊，敢有改变？啊，这改变是偌大？啊，是讲正正讲像进前大家是咧，大家咧想讲啊，正正是讲所谓的亲共。
也是反美，所以大家拢咧注意。啊，当然啦，大家咧看讲柯文哲作为第三大党的，伊免哪起来，啊，伊安那起来是安那影响这届选举，还是后摆咱政治的方向，这嘛是应该观察的。是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哦，昨个专讲甲中共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来见面，嘛强调讲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的重要。美国一直呼吁讲，中国就唔通想要破坏和平，影响到咱的选举。也毋过，咱知影讲选举进前哦，中共的军机、军舰，佮有空飘气球一直来搅乱，嘛宣布讲要来取消发一寡产业的优惠哦。佮招待里长啊、民众去中国佚佗，动作是真侪，检调嘛要侦办。李老师啊，你安怎看讲即届哦，中国因素对咱的选举有啥物影响？是啦，确实，因为中共对咱台湾的选举伊正有想要去影响。问题我个人是感觉讲，即马这20年来台湾的选举，台湾民主政治、民主这个精神愈来愈成熟。所以即马中共的因素其实这个影响力其实会慢慢降低，甚至讲你即届其实你看起来其实中共伊讲安怎想要讲影响台湾人的这个投票的这个倾向啦，应该去支持向伊想要做问题影响力愈来愈少，所以看会出来，其实台湾人愈来愈无想要接受中共对咱台湾的这种政策。迄个美国迄个 CNN 有讲啊嘛，即马足侪少年人其实投票，伊的选择毋是因为中共的因素，伊是咧看即马多一个政党对我未来工课啦。买迄个房价啦、经济啦、经济发展啦，也是甲我家己即个家己生活较切身关系的候选人，也是即个政党，伊就要支持。中共已经唔再是因所应该讲上重要的考虑的一个因素啊。郭老师，其实咱有讲哦，即届其实做侪假信息的影响哦，所以真侪国际媒体嘛，呼吁讲假信息影响选举做大。你敢有看到即届假信息影响咱台湾选举的一寡实际影响？是，即届有足侪国家拢来看咱台湾的选举。其实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伊做了非常的幼路。啥物叫幼路呢？这因为咱过去看到，讲因为疫情的期间，两方无法度交流，但是透过视讯会当做一寡线顶的迄款交流，但是实际上咱看到是开放两方交流了后，足侪人过去。大陆迄边遐去用交代，去用老师，阮即马第一台记者哦，一定给偌千条个好友谊个有关问题。三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总部的现场，随时会为观众朋友来说明总部的状况。咱即马特别先来连线互台记者的上卢个准友，咱来了解偌千条竞选总部现场的气氛。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记者目前都伫咧民进党的总部头前，目前天色已经来到尾暗啊。虽然讲天气有淡薄啊凉冷，风嘛有较透，但是现场的气氛哦，你会当看到是热热不不的哦，而且民众嘛，甲规个会场拢坐甲甜哦，大家拢坐伫遮做伙来看开票的结果哦。咱目前若是照民进党总部头前提供的票数来看，目前偌清德的票数是已经领先。嘛已经开到200万票左右，而且含挂问题，也阁有效友谊的票数是已经慢慢啊救回。这个票数的差距哦，差不多是赖清德赢伫咧40-50万票左右安尼。然后说来较晚的时阵，差不多7点半的时间，赖清德会来到竞选总部一个所在。伫咧即届南北日第三卡都的选战当中哦，其实伫咧真侪议题顶悬拢差甲真热，比如讲死刑的议题，也是房地产的议题，三方拢是有你来我往哦，互相有交锋哦。尤其是在台海议题顶头，伫这个部分，三方嘛是差甲真热，而且国际媒体嘛拢真关心这件代志，甚至有30外个的媒体，啊，阁有400多件的媒体哦，来到台湾来关注这届的大选。赖清德伊表示讲，伊若是当选了后哦，伊会继续演说。怎用
文的这种路线，还佫有外口的路线。但是这届的选战到底偌清着敢有机会会当延续民进党的执政，还是讲会换人做看卖的？即马也佫真歹讲，因为即马选票也佫豆豆啊在开当中哦。然后，嘛希望讲这届的大选哦，台湾会当有好的结果。以上是记者吕尚珠伫咧现场上新的连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互主播。感谢咱台记记者伫咧热情伫竞选总部提供上届新的画面，互咱了解。咱接下来要来看的是侯友宜竞选总部画面。咱一个选战之夜呢，这侯友宜无邀请马英九，敢是认为讲马英九讲爱相信是军兵者的言论，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弹。也亲像侯友宜是一再强调讲，家己毋是传统的国民党，即寡部分这话语敢会影响到亲内支持者出现一寡变动呢？咱赶紧来看侯友宜竞选总部现场。气氛写款连续互咱的台记者。是带大家来关心，即摆的总统大选总算是行到上尾一段路了。记者即摆人伫咧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的开票现场，即摆会使看到有侪支持者伫咧现场手中的国旗哦。根据记者的观察，上早伫咧2点半的时阵，就已经有支持者来到现场，伫咧等待因上届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哦。啊，那讲到即摆现主席开票的状况，因为头拄啊国民党的开票中心的资料显示的是目前是由民进党的赖清德领先，所以现场即摆是有淡薄仔低迷的状况。如果讲到即摆的投票率的部分，根据台北市选委会的资料，可能是因为今仔日天气袂歹，所以台北市选委会资料，这投票率是有达到70%左右，会使讲是非常的悬哦。落尾若讲到即摆的政党的选战的部分是呈现三卡都的状况，这个民众党的歌迷地敢会影响分挂到这个国民党侯友宜的票，甚至是民进党赖清德的票，会使讲是即摆大家当咧关注的焦点。落尾回顾过去去年的时阵，都讨论南北合议题，落尾是讲无成，敢会影响到民众支持者的投票意愿，也是大家落尾会使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国民党的连线报道，甲镜头转去互叶亚平。感谢台记者碧君哦，咱过来看郭文德伫昨暗晡伊伫总统府头前的造势，现场各有网络的人数拢介侪，伊即届是以拼出哪里以外路线来做诉求，看起来嘛发挥真大的效果哦，动员能力是真成功。咱嘛来看郭文德竞选总部现场上新的状况，咱交互咱台记者民警甲玉开。起了一股新的氛围。是主播记者呢，即马就伫咧关文这个竞选总部有影吼，即马呢时间愈晚，现场有影是愈来愈闹热。其实啦，对下晡2点外的时，就有这少年辈的这个支持者，因是对登票登煞着赶来到遮吼，要来支持因心目中的这个关文彻啦吼。现场安尼看过去啊，确实有影，拢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少年囡仔。你咱看到啊，其实啊，有的人的头壳顶啊，阁有甲这个敢若受这草外的这个意向，要代表讲啊，民众党这摆因希望讲啊，真正会当跳脱哪力，会当行出新政治、新文化。我们听嘛讲啊，其实这就是一场公民力量的路战比，用这么小小的资源，会当行到遮，伊伫咧咱们选情之夜，就讲啊，讲其实这已经是创造奇迹、创造历史的一个真好的一个表现啊！在现场呢，咱嘛观察到讲啊，其实国际媒体有关真关心咱台湾的民意要何去何从呢？对咱讲啊，这个美国之音 Bloomberg， 也阁有这个 NHK， 拢伫咧关文特遮专程要来看咱台湾少年人安怎决定因的未来。因是伫咧下晡啊，差不多点外的时间，就拢来到遮，伫咧现场要来看开票的专程的这个状况。那若今日呢，伫咧现场你嘛当观测到讲啊，这个官定也已经有讲哦，已经准备差不多1500张到3000张的椅啊。现场安尼观察起来，已经啊坐差不多80满。伫咧边仔呢，这个真侪人拢咧压这个郭文特的旗啊以外，郭文特嘛准备这个春联呐，这点关写讲啊，好运拢
来，嘛希望讲，若摕即届选举，真正会当行做一个新政治新文化，互大家会当有即个公民力量，有一个无共的即个势力的一个主张。再来就是讲咧，即届民众党啊，大家嘛拢伫咧看，伫咧不分析立委的部分啊，郭文摕咧定影讲，上无有8席，因希望讲会当至少拼到10席，安尼是上介好的吼。毋过啊，看即马总统看起来开票的状况，其实啦，郭文摕要有好友。早上回去投票之后，我回来工作，下班以后就去支持男专。认真提供现场上较新的消息，互咱了解。若阵有较新的进度呢，随时提供互咱的观众朋友。也讲到咱即马这总统的开票吼，由咱的公共集团的公共集团所报的这个票数呢，所看到目前是赖清德的票数走大胜，排第2是侯友宜，再来是郭文定吼。也讲到即届总统大选是3卡都拿白合伫总统这局是来破局，落尾拢大家拢是互相惊，伫遐操作起步。侯友宜是强调讲，伊若阵当选呢，会来组成联合政府。韩国瑜也讲，这郭文定选袂赢。虽然侯友宜伊家己讲伊袂操作起步，不过这起步效应，敢是由哪赢其他的人来讲来产生这个效应呢？想要来请教吴老师，这起步效应，敢真正是伫今仔日发生？我相信伫即个届选举内底，大家拢讲有3卡都。到底有起步的效应无？我家己本身看起来是，即届应该是无起步的效应。为什么？一个郭文定伫选前的最后一暝，伊家伊的路线，甲这少年的总部拢叫来凯达格兰大道头前，所以咱看到其实起步并无发生。为什么？其实咱伫政治学内底，咱讲到起步，就是讲咱上介意的候选人，若是无当选的机会，咱会当投互第2个，会当较介意的候选人。但是咱即个看到郭文定伊画出来口号是哪力变烂，哪力变烂的时阵，伊的支持者伊就无可能甲伊的投票转互拿，也是转互力。所以咱来讲的部分是，到底是要安怎来看即个部分，这是咱必须爱看到的一个所在。咱即马来看哦，即几档立委选举的选前，有人是讲哦，即届立委的选举哦，是佮比总统的选举较紧张。因为若说讲哦，总统国会，若说讲国会无过半，可能会真做是摆卡总统。咱来看嘉禾哦，针对即几档立委选举做个分析。一开始先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咱台湾选立委的制度。咱台湾对2008年开始，甲立法委员的人数席次呢，对225席减对半，变做是113席。那这选举制度变做是单一选区2票制，也就是讲，观众朋友你去选立委的时阵，你会摕到2张票来选立委，一张就是当地方的选举立委，另外一张呢是当这不分区的立委，也就是政党票。那讲到这地方立委的选举呢，是变做是73席。那讲到这个原住民立委的时阵，伊是6席，就是3席的平地原住民，佮再加上3席的山地原住民。另外讲到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呢，伊是剩34席。不过在这个不分区立委呢，有一个比例，就是5%的这个得票率的这个比例。你有摕到这5%的这个得票率呢，才有资格去分配这不分区立委的席次。所以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咱立委的这个选战的这个部分。咱会当对咱台湾的2010年看16年到2020年这立委席次的变化。在2012年的时阵呢，这选举结果虽然民进党的部分又摕到40席，也毋过呢，伊摕到40席的时阵，伊人数有较济。毋过这国民党呢，依然是摕到64席，正做国会过半。但是在这2014年的时阵呢，发生日头火核运，也有人讲到这日头火核运呢是影响到这个新政治、新形态、新政党的出现。所以在2016年的时阵出现到4大力量，又摕到5个席次，也正做在国会当中的第3势力。也在2016年呢，这年是真特别，是总统蔡英文选调，而且民进党在国会当中伊摕了过半，会当讲是这民进党是全面执政。在
2020年的选战当中出现着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呢，在2020年的时阵，伊摕到5席的这个不分区，而且这5席的不分区在2024年这选战当中全部投入地方的立委选举。不过呢，在这2020年的时阵，虽然呢，这民进党呢有关是国会过半，不过伊的席次减少，国民党的席次有增加。在这是蔡英文的第2任，但有关是全面执政。不过加上这2024年的总统大选，加上这立委选举，在野党拢伫咧化工政党就爱轮替。面对这8年全面执政的这个民进党政府，讲要来改落价，即届民众党瓜分地出来选总统，带动声势，敢会去影响到地方立委的选情呢？即届这民众党伫咧压力之间，敢有机会拼出万定位，成做国会第3势力，变作是关键少数。伫即届选情当中呢，民众敢会伫咧选举进程出现起波效应，徛登去压力高平，这开票看到尾啊，行暗时你就了解了。咱来看上新的消息咯，即马台南的第5选区，民进党的林俊宪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咯。另外金门县咯，国民党的陈玉珍嘛就家己宣布当选，佮有连江县国民党的陈雪生伊嘛已经宣布当选咯。还今吴老师，你有讲到讲，你认为讲即届哦应该是无起波的效应，你敢继续佮甲阮讲下详细，啥那较无发生？是因为这一届伫咱民众党，咱看到伊画出来口号就是哪力变乱，要落给民进党落给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伫民众党内底，其实对因的少年的支持者来讲，哪甲力的是拢转袂落去的部分。咱煞来讲倒转来，伫哪营内底，伫哪北破局了后，其实伊的支持者对郭文哲的诚信是无法度接受的，所以伊的支持者嘛回路，所以各自回路的时阵，伊就只敢支持侯友宜甲郭文哲安尼尔。对。其实老师讲到吼，其实在南北合的部分啊，总统因是无合作成功。不过迄个时阵，郭文哲讲吼，在其他部分有关有合作的空间。在这立委呢，这新北市的第2选区，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提名李友仪对战到民进党的林淑芬。也那伫咧台中的第1选区呢，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提名的蔡碧如，要来对决民进党的蔡其昌。这蔡其昌已经做3任的立委咯。也那一开始呢，是罗秀燕替徛台，落尾呢，连蒋万安也去甲这个蔡碧如也甲伊徛台陪伊拜票。也讲到这个选区呢，敢真正有拼头，咱赶紧来连续互咱的台记者怡珍讲现场上最新的状况。是主播记者现在呢，人就伫咧台中5车蔡碧如竞选总部的现场，会当看到咧，伫记者后壁就是今仔日开票之夜舞台的现场。舞台馆顶呢，工作人员是无用刺插，这是因为呢，蔡碧如竞选总部因伫咧呢全部伫选区2摆投开票所内底呢，拢有家己咧计票的人员，因会随时甲即个上新的票数呢记录伫咧即个舞台馆顶的即个房仔面顶，即个房仔面顶呢，随时有即个新的票数，支持者嘛对着即个新的票数的心情起落落。目前呢，根据蔡碧如总部上新票数的统计，蔡碧如的票数是来到11300多票，伊的主要对手呢，蔡其昌呢，也是来到11500多票左右，这个数据会当看到讲呢，其实2个人的票数相差是无几百票，会当讲是加了非常的晚，咱麦当看到讲呢，这个第1选区的选情是战了非常的激烈。来另外一位呢，为国民党推动出来家己参选的无党籍的候选人，刘定珍的票数差不多是伫1000票左右，摕到4%左右的票数。伫咧选情加了真激烈的情形之下呢，家己推动来参选的刘定珍的这个票数，敢是影响到国民党的这个票源呢？这都爱说来继续来观察。因为咧，这个蔡碧如是民众党伫咧台中区域立委唯一推出的候选人，这正做是南北合的区域的示范区。伫咧国民党的大力的帮助之下呢，尤其是得到台中市市长罗秀燕的大力支持，发出讲呢，哪天来加倍分，营造一个在野大团结的气势，想要甲这个海线第1选区呢会当并盘，要来挑战呢已经连任3任，目前要挑战第4任的这个蔡其昌。
啊，第一选区的这个选情呢，到底是如何呢？记者伫现场继续为你来守候。以上呢，就是伫遮现场上新的状况。咱即马先甲时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台记记者易真哦，咱知影讲选举民调封关了后，蔡壁如佮公布民调，强调讲伊甲蔡基昌哦是真有拼头，蔡基昌冇去提过，对于选情敢有影响呢？所以这区嘛是真竞争的一区哦，咱连面就知影结果咯。咱再来看中华的第三选区，是前台北农产营销公司的总经理吴音玲，伊代表民进党参选，对决国民党的政治世家谢依芳。谢依芳的爸爸哦是中华有线电视的董事长，伊阿公甲伊的妈妈拢嘛做过立法委员哦，弟弟是现任中华县议会议长，所以家族是真有势力。咱来看台记者杨淑晴，伊目前嘛伫谢依芳的总部，目前总部的情形，咱交互淑晴。各位观众朋友，记者目前是一个中华县立委第三选区候选人谢依芳的竞选总部者。谢依芳是代表国民党参选，这一届呢是要来争取连任的机会。这段时间是下晡5点外，会当看到竞选总部者开始有不少民众支持者来到现场，做伙要来关心今仔日的开票状况。嘛估计哦，这个时间愈晚，这支持者应该是会愈来愈多。那根据谢依芳竞选总部因的这个统计资料，大概是伫下晡4点外就开始有这个开票的票数之外，那伊的弟弟嘛是中华县的议长谢典林，嘛大概是伫这个时间点来到现场。即阵透过画面会当看到支持者拢真关心哦，紧紧咧想目前开票的状况。依照谢依芳竞选总部的统计，目前谢依芳是摕到5万外票，暂时领先。排第2个是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吴音玲，有4万外票。两个人大概差要1万票。讲到今年中华立委的第三选区，拢总有4位候选人参选，除了国民党的谢依芳要来争取连任，还有民进党的吴音玲、无党籍的洪建兴、参统促党的桂丽娜。不过主要是呈现哪里两党对决的局面。嘛因为这两位候选人的背景真无同，所以为选举较大，因两边的阵营话题其实是真有讨论度的。亲像今日早起吴音玲嘛伫面册有发文表示，有某名候选人的条仔卡伫咧登票的现场替特定的人选甲政党邮票，嘛有证据随后会来进行检举。另外，谢依芳今日早起9点外是用行路的方式去溪州国中投票。面对媒体的访问时表示，心情也算轻松，不过有淡薄仔紧张，所以昨暝呢困无啥好。其实中华县的第三选区是中华4个立委选区内底编辑上快，选举人数嘛是上济的。中华县选委会就表示哦，中华县今年整体的投票率大概是70%左右。那这个谢依芳的竞选总部是讲，谢依芳会看这个开票的状况来决定当时要来总部的时间，向支持者来致意哦。那过去咧，伫这个第三选区，互人认为是国民党的基本票盘。这个政坛第3代的谢依芳是出身伫中华派系溪州谢家，伊阿公谢干信甲妈妈郑如芬拢捌做过立委，伊嘛是全台湾唯一一位厝内3代的人，拢是做立委的政治人物。会使讲谢家伫地方呢，已经是经营40多年的时间咯。那记者嘛会继续伫现场掌握上新的消息，即马将时间镜头交转去予主持人。感谢苏晴提供现场上最新的消息，给咱的观众朋友。还讲到中部地区，特别是这台中彰化，有真侪人家叫做是摇摆州。在这届选情当中呢，咱会当看到呢，台中市蔡壁如对决着蔡基昌，这个票数加正悬，而且呢，在这个彰化地区呢，吴音玲是代表民进党，会当讲是蔡英文特别甲伊指派，对决着在地派系谢依芳。另外呢，搁再着讲到这台中海线，就是颜宽恒搁出来选，伊进前选输这台湾基进的陈柏惟，落尾呢，伊去互罢免了后呢，补选是林静怡选调，也即届呢，颜宽恒搁出来复仇，想要来请教李老师，就是这个中部地区哪里摇摆州这款的情形是安怎来个开破？是啦，即届吼确实因为大家看，大家本来就注意讲这个总统的选举，问题总统的选举难免会影响到立委，特别是这个区的立委的这个区的这个选情啦。啊，为什么咱即马特别看中部？大家拢知影嘛，南部普遍来讲是民进党这个
这铁票区。所以比如讲，因民进党相对来讲吼，伊的选情较稳定，较稳定。啊，北部大家普遍来讲是拿赢的大票冲。所以这个情形，比如讲台中会个决定未来这国会倒一个党有可能会超过半数。虽然即马看起来三个党可能拢无法度超过半数，单独超过半数。问题即马若是倒一个党，若踮咧中部，然后法度摕较济，就有可能会赢。所以咱即马应该看。感谢老师吼，咱今日佮继续来请老师来甲咱开看。咱即马先来看台南的第6选区，民进党要拼立委3连任的王定宇是对阵捌做过总统府发言人，现任不分区的立委国民党的陈以信，佮有捌选过台南市长，当叫做上强里长的陈永和哦。这三卡都的选战哦，嘛，互这个所在特别受到关心。咱即马嘛，请台记者陈武以前伫王定宇的总部咯，请伊甲咱分析这届台南立委的选情。所开所在伫台南市第6选区，民进党籍候选人王定宇的竞选总部遮，会使看到陆陆续续有真侪民众拢来到现场遮关心着这个2024年大选的情形。嘛，使看到讲啊，王定宇的竞选总部遮陆陆续续嘛有咧统计，目前开出来票数是王定宇票数开较悬，尤其是伫咧量价甲这个归零这个部分哦。啊，这个台南市这个立委选择是正甲热扑扑，尤其是伫咧第6选区遮，因为遮形成着三卡都，其中有民进党要派出着3连任的这个王定宇，第一任内其实讲有3届，有这个其中有南关线的部分要拼，这有头一间病院有要开始咧乌地基。啊，来讲国民党的这个无分区的这个立委是陈以信，第一任内嘛有做一寡贡献。啊，来另外一个是讲啊，无党的是陈以信，咱讲的是上强的里长。迄当阵因为反对着这个量价这个所在，要设立着掩埋场，所以当阵就累积一寡声势的部分。2014年呢，伊嘛是顺利当选里长。2018年，伊是跳级去选台南市市长，迄当阵摕到要我12万票，是当初时的第3关票。啊，那以上来看到讲吼，那你这届的这个政治势力，敢有法度来拍破？啊，那讲了王定宇，敢有法度继续连任？其实外界拢真关心。啊，毋过讲伫咧2016年时阵呢，王定宇摕到全国立委上关票数的。啊，伫咧2020年，伊对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条，伊嘛是共款赢甲过头过面。这届伫咧2024年时，伊对着这个2个世代的诞生是咧合力进攻，到底王定宇敢有法度继续来连任？其实外界足关心这个部分。啊，这个咧伫咧第6选区遮就是南关线，啊，这个包括着桂林、东区、关庙、林德，啊，叫梁家哦。其实讲伫咧东区、桂林甲林德是人口上济部分，这摆票是陆陆续续咧开当中哦，啊，未过开煞。按说讲爱伫咧港外伫咧7点半左右才会开出来哦。以上是现场上新情形，咱正甲镜头行动以后主持人。感谢新武提供上界线的画面，互咱的观众朋友讲到这台南第6选区是真硬斗，也要来看这高雄的第6选区，同款是真硬斗。讲到这个所在呢，真正是这个8席的立委伫高雄是全部提起，也那这民进党就天然逼出外援风波，落尾是由凤山区在地议员黄捷来挑战这高雄第6选区。不过这个黄捷呢，伊是对抗在地这国民党的议员陈美甲，甚至还佫这个立派的这个喜乐岛郭培宏，也即马这中选会票数开出来咯，这个黄捷的渐渐伫咧开吼，也个咧陈美甲的这个票数是加甲真悬。那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者张一辉提供现场上界新的状况。是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伫高雄市第6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竞选总部，会使看到有真侪支持者拢伫台卡来要来支持伊哦。那呢，拄则总部是宣布讲立委票已经豆啊开啊，那呢黄捷的票数是一路领先哦。那呢，其实原本民进党是要推杀掉天林来参选，毋过前几站逼出婚外情红保地数退选。那呢，其实黄捷参选时间是并无长哦，民进党是真积极来替伊辅选，就是希望咱保掉第6选区一个位置哦。那呢，拄则总部嘛宣布讲，黄捷伫下暗的6点半就来甲大家做互动哦。那呢，第2位就是国民党推出陈美甲，陈美甲伊已经是做过5届议员哦，伊伫顶摆嘛有来参选立委，毋过迄时阵是输互民进党着天令35000外票。那呢，今年是获得国民党一个支持替伊来参选。那呢，第3位就是迄落得人民的郭培宏哦。那呢，郭培宏伊其实过去是选过台南市市长，那呢，今年立委的选举是头一摆来选哦。那呢，
第六选区竞争是非常激烈，三卡都的一个战局，刷落来开票结果就以中选会开票结果为主。以上就是高雄市第六选区立委上线状况，记者会伫现场来掌握上线消息，甲时间交予主持人。咱再来看台北南港个来哦，人讲这区是三个查某的战争哦，是民进党的高嘉瑜，佮有国民党的李彦秀，那佮有台湾基进的李兴代，所以咱嘛请即马人伫高嘉瑜现场的相迎来甲咱讲目前高嘉瑜总部的气氛。是主报记者即马是伫民进党台北市港澳地区，也就是第4选区立委候选人高嘉瑜竞选总部的开票现场。即马时间是下晡差不多5点半左右，离头拄啊投票截止的时间，也就是下晡4点，已经经过点外钟的时间。根据了解，高嘉瑜今仔日早起是伫差不多9点半的时阵，伫台北市内湖区的潭美国小来投票。高嘉瑜是表示讲，伊家己心情是真平静，而且伊嘛真期待讲，今仔日会当看到台湾民主来写出新的一页。其实这摆这个立委的选举咧，高嘉瑜佮拄到这个台湾基进党的吴兴代出来竞争，等于讲这个高嘉瑜在面对这个反力的镇压，选票互人分割的危机。而且呢，其实顶一道也就是2020年的这个立委选举，高嘉瑜虽然讲有赢过这个国民党的李彦秀，也毋过其实迄当阵呢，伊赢了无介偌水开。也就是赢差不多3%，无到7000张的这个选票尔。这回除了国民党的李彦秀以外，也佮拄到台湾基进党的吴兴代，所以高嘉瑜这回到底敢会当顺利来连任立委？甚至讲这高嘉瑜伊今年这个立委的选举到底赢面是大也是小的？其实目前也个真歹讲。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即马用时间甲镜头交等于互主播。感谢相迎提供现场上最新的消息，互咱也讲到这总统三卡都总统候选人大车拼，目前票数呢是依然所看到是赖清德走第一。那赶紧连续互咱的台记者提供现场上最新的消息，互咱。是主播观众大家好，记者目前就伫咧民进党的总部头前，你会当看到即马天色已经是暗落来啊，温度嘛在继续到差不多是20度左右啊。但是你会当看到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民众差不多有400-500的支持者来到现场坐伫遮，大家坐伫遮做伙看开票的票数，互相鼓励，互相擦气氛哦。目前呢，咱会当看到讲现场已经是真热闹，而且已经真紧张。因为目前若是照民进党总部这边开的票数来看哦，赖清德票数是领先的，差不多是300万票。伫咧郭文摕也佮有侯友宜之间拢是慢慢甲差距扭开，差不多赢伫咧60万票左右哦。然后赖清德嘛打算会伫咧较晚的时间，差不多7点的时间。赖清德还有小美琴拢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咱会知影讲，伫咧这场选举当中，咱伫咧台湾理中的控局势之下，国际媒体拢真关心这场台湾的总统大选，差不多400多位媒体工作者来到现场。赖清德伊个表示讲，伊若是当选了后，伊会甲蔡英文的这场选举继续延续落去，嘛会延续外交的路线，会甲伫咧各项顶头继续加强，然后嘛强化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哦。所来记者嘛继续伫咧现场为大家守护咱的开票结果哦。即马天色愈暗，相信结果嘛会愈明哦。以上就是记者李尚如伫咧现场的路上看到。再来，咱甲镜头讲下主播。感谢上如哦，咱拄啊看赖清德竞选总部，伊家己讲票已经超过300万咯。咱过来看郭文摕即届哦，伊是以气单力来保台湾的选举口号，声袂少人的支持哦。昨昏选前的最后一暗哦，郭文摕甲吴欣颖的声势嘛袂输，拿你这两党有一寡网亲嘛去现场相听。国民党操作气泡，敢会对郭文摕选前有影响？目前看起来那算是还好哦，那算拄好尔。那所以咱即马赶紧来看郭文摕竞选总部上新的情形，咱连续互现场的记者民进。所以
所有的事情都。是主播记者呢继续就伫咧高文体的竞选总部，你当看到差不多是5:40分的时阵，竞选总部这个总干事黄珊珊已经来到现场来做一个演说。伊咧讲这届的选举真正是一个公民力量的展现。伊嘛讲因有信心会继续拼到最后。虽然讲即摆票数开出来，对民众党来讲呢，其实也毋是真乐观哦。现场的气氛有影是讲无遐尔啊，较早讲4点的迄时阵遐尔啊是噗噗，这支持者的心情呢，就哪亲像是洗三温暖啊。毋过黄珊珊伫咧台仔顶是咧向选民、向这支持者发话，讲因真感谢民众党会当用这么少的资源，会当行到这部分，更加很出席。这届民众党讲甲国家幸福人民是高文体的竞选的主轴，希望讲这针对这联合政府的议题，其实选前哪样的赵少康嘛是一直在逼高文体一定爱表态。毋过其实高文体伊拢无甲话讲好死，伊并无承诺讲未来袂甲立赢的人来合作。到底呢这气泡的效应到底是去哪，或者是民众党这边会当安怎来稳掉伊的第三势力？特别是这个三党准若是无过半，安尼这民众党这边区域立委也搁有无分区的这个立委的席次，就会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这个第三势力的关键力量。尤其是高文体的这个定赢，因讲因真正有信心讲这届的选举，真正有法度来保掉无分区的立委至少8席，希望会当8席一直到10席拢会当甲守好掉，或者三党无过半，嘛希望讲这立法院无搁再是执政党的上风宝剑。咧司法院也搁监察院两院呢，一定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收束。过去这个大家拢伫咧骂讲这哪力的恶斗，到底高文体伫咧这届的选举会当呢，除了 Q 这个少年铁票仓以外，可以当 Q 出偌济中间选民，甚至是讲有一寡是对这个特亚力的这个中间选民，会当有偌济选票。等下咱来继续就伫遮来看上新的这个开票的状况。以上呢，上届时间镜头交档去互主播。感谢民警提供上届新的现场，互咱的观众朋友知影。也讲到这高文体，伊想要争做一个第三势力吼。也虽然呢，照咱台目前这票数统计，侯友宜是排伫咧第2，不过这侯友宜是咧选前，呼吁民众票是唔通乱投，而且昨讲吼，伊是真委屈，无论高文体安怎甲伊侮辱，伊也唔捌讲过一句歹听话，有算是讲拍一寡逼争败成分。等下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者来看这国民党现场上届新的情形。是带大家可以来关心这个总统大选开票的状况。今仔这么人伫咧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的开票现场，所以现主席会使看到这个支持者是愈来愈侪咯。不过也是会使看到这伊啊，要是坐袂满，这现场是有淡薄仔价的状况哦。因为现主席根据国民党开票中心的统计资料，目前是有2000的领先，所以迄个现场是有淡薄仔价的状况。咱来讲到即摆投票率的部分，因为今仔日的天气算是袂歹，根据台北市选委会资料，这个投票率应该是真乐观，有超过70%，会使讲是非常的悬。咱来讲到现主席开票已经得要2点钟啊，根据国民党的统计资料，目前侯友宜的票数是无介乐观，是伫咧第2名，是输过这个民进党的2000席。这敢是受到民众党高文提出来选，分割到国民党的票，大家是当咧关注哦。或者是讲可能是去年国民党甲民众党关系。要讲这个拿白合公婆成，其实敢有影响到支持者的投票意愿，也是大家当咧关注的焦点。以上是公司台伫咧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开票现场的连线状况，甲镜头转去互主持人。老师，开讲高文地讲，伊即届要创造奇迹哦。不管伊选了安那，伊即届的声势其实已经创造奇迹。两位老师认为讲，伊啥那会当即届伫遮尔短时间内底哦，会当有遮尔大的力量，会当安尼做势成功。咱请郭老师，咱请贺李老师先。是，确实啦，即届吼柯文哲的表现哦，确实讲，因个足侪这政治学者吼已经跌破眼镜。为什么安尼讲？因为柯文哲大家拢知影嘛，民众党其实伊的成立时间无偌久，吼，伊是踮咧即个伊甲迄个柯文哲甲民进党跳破民意后，伊才宣布讲，伊决定要行家己的路。短3、4年的时间，伊有法度冲甲拿力，
几乎是并驾齐驱的这个情况哦，正就是无简单啦，正就是无简单。这上主要大家拢知影嘛，伊上主要的这个支持者是来自于这个少年的选票。根据这届的统计嘛，大家拢知影，这个30岁以下的少年人吼，差不多超过半数以上是拢支持柯文哲。啊，这届为什么像这个吴老师头仔咧讲的，起步这届无法度成功？因为这阵的少年人无因为讲柯文哲无法度赢总统，因就决定把柯文哲放散。去改道路去好友谊，还是讲，还是烈的。所以这个情形下，变讲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总统的选情，有法度即马加这个赖清德加这个好友谊两个拼。所以当然啦，即马看起来讲，伊票数有较低，有较慢。问题是，即马以这个第三党的这个实力来讲，有法度甲拿力。变到这个情形来讲，已经对柯文哲来讲已经成功啊。所以这个少年人的票，这个大家拢讲柯粉，这个凝聚力，确实不是拿还是那个，我都甲抢掉的。对，呀，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因为拿白合进程是失败嘛，就是讲，就是白伊想要拿想要找白想要找拿吼，也真侪人就咧质疑讲，如果讲你真正就是讲一开始你就是白色的力量，你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想要讲去找拿甲你夹，就认为讲，伊无伊的中心思想啊，伊的迄个主要的中心是啥物啊？为什么就是讲这少年人愿意接受无被拿白合了后会白咧？吴老师，你认为即马这少年人是在想啥？是，咱这一届看到吼，讲有足侪少年的徛出来支持柯文哲。其实伫咧选情的政治案，咱看到足侪少年的伫咧凯达格兰大道头前，安尼大话，安尼要希望大家支持柯文哲。当然，咱早就知影这个现象，但是咱一定要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少年会遮尔支持柯文哲？过去民进党是我都支持遮足侪少年的政策，像即摆少年的煞拍无去，煞走去柯文哲这个现场。其实咱问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其实过去不管哪里拢好，其实有这种的包袱在内，但是这唔是借口。但是你要安怎去加这少年的来做一寡说明，啥物意思？其实这个迄个首投族差不多100万人，100万人内底，伊出世的时阵，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对台湾是一个上重要的威胁。这对伊来讲，这拢唔是啥物新的题目，这就是伊生伫伊心上的部分。但是咱会听到伊这少年都讲一寡代志，就讲会当拿力吼变烂，是毋是会当互阿伯好好做代志？阿伯好好做代志，但是对咱学政治下人，咱一定问你的政见是啥？你要安怎做，才开始好好做代志。但是咱看到足侪逻辑上面未通的所在时阵，这开始一个足大的重点。讲到这个少年出来拼，其实事实上这届出来选立委有真侪少年人，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就是在高雄吼，高雄这个第6选区。凤山在地机关黄捷进前无互罢免掉，伊敢是有法度拍断手骨颠倒用来挑战在地这个机关陈美雅咧？咱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者将伊回讲上新的情形。是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伫高雄市第6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一个竞选总部，会使看到其实现场是有真侪支持者拢来到遮替伊加油哦。那呢，拄则总部是自行来宣布票数，那呢目前黄捷领先第2名，但美雅这票数是有2万外票哦。那呢，今仔日的高雄的天气其实是真袂歹，所以有股投票就是袂歹。那呢，因为现场有真侪个民众拢摕着粉啊，是旗啊，伫咧一直压。那呢，目前拄则竞选总部嘛宣布讲，黄捷是有个6点半的就台来甲大家做一个互动，甲发表伊的感想哦。那呢，即马大家咧拢是来等待黄捷上台，同时咧其实拢伫咧
当咧听表演哦，那呢台顶的一个乐团哦，嘛是表演真侪首歌，要来就是来真侪首歌，那呢目前黄济票数是领先哦。那呢以上就是记者目前伫黄济竞选总部一个上线消息，甲时间交予主持人。咱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伫台中第2选区哦，甘宽兴嘛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咯，伊拍败林静怡哦。咱继续来看台北市南港内湖一区立委三卡都嘛战甲真激烈咯。上特别是这个选区哦，反例有2个，一个是民进党的高嘉瑜，另外一个是台湾基进的吴欣岱，二色分裂要对决咯。做过立委的国民党李延寿敢会得利咧？咱来看台记者香莹哦，即马人伫现场，咱请香莹伫高嘉瑜的现场来甲咱讲现场高嘉瑜现场的气氛。即马是伫民进党台北市港澳地区第4选区即个立委候选人高嘉瑜竞选总部的即个开票的现场。竞选总部是表示讲，小等一个高嘉瑜嘛会来到现场，甲支持者做伙来看即个开票的结果。目前咱看到这现场哦，支持者已经愈来愈侪，大家拢是要来支持因心中感觉上好的候选人。也毋过，高嘉瑜目前的即个票数是小可输予国民党的李延寿，差不多是4000多票左右。其实这摆港澳地区的这立委选举，因为有台湾基进党的吴欣岱出来竞争，这个吴欣岱呢，伊主要拢是咧走基层，所以高嘉瑜变作是需要面对这个权力的镇压，伊的选票互人分割的危机。而且这回这个国民党的李延寿，也搁带其他拿赢的新秀、其他新的人才出来选，伊的李延寿的伊的声势嘛是真悬，所以是袂当疏忽的。照这个英国的案例来看，无论是倒一党的候选人，若准讲今仔日有人出来分割这个选票，安尼要选赢，考验是真大的。高嘉瑜伫顶一届这个港澳地区的选举，伊的对手是干那国民党的李延寿。迄阵虽然讲伊有这个绿色甲白色阵营来甲相天，互伊会当甲哪天变做是绿地，也毋过其实伊顶一道咧，这赢了是无介偌水开的，干那加3%的选票，也就是讲无到7000票的票数尔。这回高嘉瑜阁拄到台湾基进党的吴欣岱，甲国民党的李延寿做伙出来竞争。这民进党伫台北市想要8席的立委全部摕，恐惊变数也是真大。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即马将时间甲镜头交等于互主播。感谢上英伫现场提供上最新的消息，予咱的观众朋友。即摆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就是在恁的电视，也无恁的倒手边，才当看到吼，这个票数统计来源是公共集团布点的这个统计票数。目前呢是赖清德排第1，夏友基排第2，郭文德是排第3。另外呢，这个票数来源有关是有中选会所提供的这个数字。咱来看这个中选会所提供的数字，目前是赖清德开始31万票，也那是排第1，也那夏友基呢是排第2， 24万票外。另外郭文德排伫咧第3， 16万票外。也讲到呢，头拄则呢有提供一个上最新的消息，就是互咱观众朋友讲台中第2选区颜宽恒对决到现任的立委林静琪，讲到这个颜宽恒的复仇。颜宽恒复仇吼，特别成功。头拄则又讲吼，特别来宣布，家己宣布来当选，想要继续来请教到咱的李老师啦。咱头拄则讲到这中部地区吼，有当时啊是蓝的，有当时啊是绿的，这个摇摆州的情形出现伫咧中部，究竟是为什么？是啦，确实吼，就按他头拄仔咧讲，南部是这个民进党的大本营，啊，南营就踮咧北部较有实力，所以比讲中部是这个。国政党吼，就咧车拼一个重要一个关键啦。啊，这届这个台中呢，为什么颜宽恒这届为什么会出来复仇？大家拢知影嘛，伊迄当阵去互迄个陈柏惟拍败。啊，陈柏惟拍败咧，像怎陈柏惟去互罢免了，伊想讲，罢免了又有机会嘛，所以伊出来这个补选出来时，像怎迄当阵民进党全力吼来支持这个林敬怡。所以林敬怡这个调掉，所以这届咧，这个颜宽恒有啥物要来复仇？主要是要延续因这个地方实力的这个延续性。毕竟来讲啦，因爸爸这个大家拢知影，这个严清标，因踮咧这个台中吼，
大家这个所在是这样传统圈是最有实力的，所以因想要慢慢的互这个交棒给严宽恒。啊，即摆严宽恒若法度成功，就代表讲因这几年吼，虽然无踮咧这个立委这个位问题，伊这个地方的这个服务啦，地方的这个关系咧，又确实有咧加强，确实有咧弥补啦。啊，不过对因来讲吼，对国民党来讲，这个台中若选得无好，对国民党的这个总统选举来讲，确实会有影响。那么要请教吴老师哦，咱知影台中的第一选区哦，国民党哦无来出来选，伊是让和民众党的蔡壁如对决民进党的蔡其昌哦。那么做啥讲这个区有可能会变盘？老师你安怎看？是，咱这一届吼，其实还我李老师嘛有讲到，在台中过去来讲是拿力有当时会翻来翻去，但是这一届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一届国民党伫台中。伫中江条拢有足强的迄款执政的优势，包括市长是咱看到罗秀燕，对伊来讲，伫规个台中选区等于伊是伊的副选区，所以开了安怎会当奠定伊未来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届咱看到台中市政府、台中规个党部拢总足非常伫拍落战的这个部分，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其实咱学我嘛讲到，亲像蔡壁如这个选区，过去内底其实台中国民党有所谓红派甲乌派，红派甲乌派过去内底是拢讲，我塞这个出来的时阵，你若无敢支持，可能就有落选的这个情形。所以过去在蔡其昌伫这个第一选区内底，咱看到伊经营3届遮尔深的这个部分。跟到蔡壁如这一届是空降来到这个选区，咱看到足成功的伫这个选区内底，国民党甲民众党等于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情形，所以咱看到无叫国民党提名刘定中老师，结果伊的选票是遮尔低的状况，所以咱看到是红派甲乌派，只要甲有法度整合起来，这就是台湾地方派系的一个重点。咱就台中有严价。咱亲像婚姻有涨价，花莲有副价，咱这就是台湾地方政治内底在地方派系一个重点的所在。安尼老师，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其实在这个部分，就是亲像台中第2选区甘宽县迄个选区嘛，伊毕竟伊捌去互就是单笔为拍败过，落尾个选输林静怡，最后呢甘宽县出来复仇，伊也家己讲要宣布伊家己当选吼，会当讲来成功。安尼想要请教老师讲，这个。改来改去，除了地方派系以外，甲少年人回乡投票，敢有关系？我相信绝对是有关系，因为这一届吼，咱是全国的选举，所以中二选区绝对唔是一个单独的点。但是咱看到，其实这个点其实是咱台湾地方政治非常需要来做并新的一个所在。但是咱足可惜，咱看到在地方派系也是这种肉汤理论内底，咱在讲这个部分的时阵，咱是搁转来。但是咱必须要看到讲，少年到底有登去投票哦，这当然是事后咱会去做一寡分析的部分。所以少年呢会影响到选举，决定着家己地方要安怎继续往前行。咱即马来看台南第5选区哦，民进党的林俊熙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咱嘛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当然也感到高兴哈，我很感谢很多民众乡亲的支持。我现在服务处竞选总部这里就很多人。对。那因为来自立法院、台南市政府，包括市议会很多单位的代表，都已经4点就来这边等着要恭贺。对。我大概只好在4点半我就也自行宣布当选。对。我想也跟在场的民众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喜悦。要说落来，要来看金门国民党的陈菊珍，也已经家己宣布当选了。所有的公仆啊，权力是来自民众。我们其实这场胜利不是陈玉珍的胜利，是金门基层民众的胜利，是我们基层百姓的胜利。因为有你们的参与这一场民主的盛宴，所以有了这个甜美的果实。老师哦，这届的大龙讲有可能3党未过半哦，老师你安怎看？
是啊，确实吼，即届吼，因为即个柯文哲的即个民众党的串起吼，变讲拿甲零吼，无一个党有即个把握用个过半。啊，若看即马上新的即个投票，看即个情形来讲吼，确实三党拢无法度过半，而且拿的甲路的有可能差不多点个50席上下咧摇摆。啊，那民众党来讲呢，伊若我都提到80席，你甚至是10席吼，对柯文哲来讲，对民众党来讲，就是成功啊。就是成功啊！所以为什么我自头到尾就感觉讲，柯文哲伊即届竞选吼，除了讲伊是想要家己的政治的即个主张哦，讲互台湾人知影以外，上主要的目的，伊是要带伊家己的国会的即个实政吼，应该甲它极大化。伊若有法度拼到差不多10席左右，等于讲伊未来4年，伊即个民众党。踮咧立法院的表现，应该决定即个哪甲路因安怎抓去即个做即个权力平衡的即个角色啊。呀，即马要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就是台中立委第2选区，民进党林正基现任立委，搁再对决着国民党的颜宽恒。总统蔡英文呢是4届去到即个选区替林正英徛台助讲。蔡英文讲，即个选区是真关键，不过即个林正基受到即地方势力，也就是严格的挑战。啊，那颜宽恒伫6点10分的时阵，要来宣布自行当选，咱来看现场的画面。才有这个机会来当选，这是咱这个选人宁静大道乌日无方会使讲呢咱4年无立委啊，所以呢，咱甲宽宏用咱的选票，甲送去立法院，伊一定会更加认真打拼，来培养咱的这个乡亲时代，做咱在地人的声音，替恁的台湾人好不好？感谢大家来大家来食饮啊，非常的感谢。千言万语，非常的感谢啦！多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感谢，谢谢。继续，咱来邀请咱演员的队长、演员的好朋友，咱来嘛是这个奥运会会长，欢迎咱的苏丽华镇长，欢迎。呀，咱拄则咱所看到的吼，就是颜宽恒的爸爸，就是颜清标，伫个伊的竞选总部伫遐遐甲伊娱乐甲伊宣传，感谢这个选民对因囝支持。咱搁再来看这个电视画面的这个正手边吼，伫电视画面正手边所看到的，就是咱的3组总统候选人。根据着公共集团布点的计票，目前的赖清德排第1，一个67万票外，也那侯友宜是排第2，56万票外，郭文哲排第3，有45万票外。另外来看，这个中选会所提供的这个票数是赖清德有缘排第1，伫咧53万票外，侯友宜排伫咧第2，42万票外。啊，那郭文哲咧是伫咧28万票外。啊，那讲到这个部分呢？在这上下骹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地方的立委呢，伊原是提供予咱的观众朋友知影，就是因为咱的立委呢，地方选举是选一位尔，所以咱所出现的这个票数呢，以东区选举内面票数上界悬的2个人出现伫咧电视画面当中。啊，那伫咧下骹的这个走马灯呢，是依照着选区也个立委的号码伫咧走，这票数来源拢是由这个中选会提供予咱的。咱继续来关心哦，卡丁刚有讲过哦，这届可能会3党无过半，咱要请教吴老师哦。老师讲3党无过半，对咱政府未来运作到底敢会有啥物影响咧？是，首先咱知影吼，过去的8党内底，民进党是伫总统甲国会来是伫完全的执政。但是到目前为止，咱看到开票的结果，当然是赖清德、萧美琴这组领先的部分。但是咱嘛爱看。咱讲这厝起一半吼，这师傅唔通换，但是国会内底要咱互一个总统一个好的支持，甲执行的这个部分，这咱是必须要看到，这是上重要一个所在。所以未来若是讲伫立法院内底3党无过半的时阵，到底立法院要安怎来监督，要安怎来合作？这中要安怎来配合的这个部分，3个党内底，这有啥物会当合作机会、甲借行的机会，咱是看到是
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咱若是讲赖清德继续会当延续蔡英文路线的部分，咱看到会当互全世界更较放心。所以咱看到种蔡英文路线的延续，所以咱会知影地方不管是迄款两化也好，还是区域的这款地缘政治也好，我相信这个局势应该袂有啥物大的变化。尤其是咱看到是，这是选民的一个选择。选民选择内底，不管是中共也好，还是台湾人民也好，拢会去支持这个共同的选举的结果。所以咱看到是讲国会啊，甲总统的部分，若是咱合作，这是完全的执政，必须要完全的负责。但是若是无法度过半的时阵，免在议题顶头有合作的机会，因为咱讲选战的时阵，哪白合。这合作的这个空间到底是伫议题内底，还是因为讨厌民进党的一个部分？所以咱爱选后了，才会当去看出这新的立法委员，伊要去组成这内底的一款权力的这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爱看立法院内底，因为有各个无共款的委员会。这新的立法委员入去了，伊敢有法度有法度上手，伊有法度上手了去做一寡质询，也是争取预算的这个部分。咱嘛知影赖清德伫过去的这个参选的过程内底，伊的施政的这个部分，互感觉伊有温暖、有执政的这个空间。但是对立法院的这个合作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伊新的行政院长会是后壁上重要的关键。对，因为是照老师，咱即马真侪预测来看，就是讲这个拿零两党是袂过半，也那民众党可能会摕到8席到10席的这个数量，就变讲伊是在咧国会当中的关键少数。也其实在这最近啊，有真侪遐个专家学者，甚至讲遐个评论员，有伫咧预测讲，若准讲这个民众党伊摕到这个关键少数，必须讲真侪重要法案，就讲啊，比如讲国民党伊法案，伊若介意的时阵，伊就去找国民党配合；若准民进党伊啊介意的时阵呢，伊就去找这个民进党。伫咧配合，因为呢，老师在这款的情形吼，是不是老师咱确定啊，会当来甲咱分享讲，这未来局势是会当安怎来变动？那毋过呢，在即摆现处是咧，伫咧台中的第2选区，也就是颜宽恒伊自行宣布当选，伊伫咧现场也有发表伊的谈话，咱来看现场伊的谈话。我们的地方的里长、邻长，还有我们的议员，每一位出手协助帮忙的。批评我们的、指教我们的、指导我们的，甚至于给咱积极的嘛有。其实我很感谢这一些一路过来，互咱足侪指教的这些好朋友，所以咱才有法度。这4年，咱个这失败，咱个当作咱的养分，我们就一路一路的修正，一路一路的进步。回到今天，爱感谢咱台下顶、台下骹所有，尤其陪伴宽宏。大街小巷，咱伫咧逐户拜访，咧缀粪扫车，大家走来走去，伫咧无私的希望，请大家让我们海线屯区，咱第2选区不要中断，第2选区的服务的精神不可以中断。我家己伫这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很羞愧，我羞愧的是。因为我的选举，因为对手的攻击，对手夹带了庞大的媒体力量、司法力量、政府的干涉，把所有有关系、无关系的人拢扭入来，包括宗教，咱上敬爱的妈祖婆嘛去互拖入来，连妈祖的信徒也不免遭殃，所以这个就是选举的操作。宽宏知影，一切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退出，要让我退出。所以我们明知道他的目的，我们就更不能妥协。宽宏没有妥协，过程当中，检察官也出手了，司法也出手了，反倒是因为他的出手，让我更坚定。我如果现在退缩，我就对不起所有的支持者。
咱看线这个江宽贤发表伊的动选感言了，咱想要继续来请教李老师，就是讲吼，哪力拢无过半，也若民众党伊伫咧国会变成伊是关键的少数。有的人认为讲，安尼其实伊就会当西瓜挖大饼啊，就是讲伊对上较有利，还是讲倒一方的迄个法案对伊较有利的时阵，就会甲伊来配合。敢讲真正即款的局势会变做未来这4年的情形呢？这确实啦。因为那民众党的伊个即届呢，踮咧立委会的表现啊，那有法度摕到80到70中间吼，对未来4年这立法院一个运作来讲吼，伊真正变讲一个关键的少数，关键少数。为什么安尼讲？因为真简单，因为即摆立法院加113席，那扣掉这个院长、副院长。其实正踮咧平常时参加运作投票的委员差不多110席左右，所以伊若有占到10席左右，变讲伊有法度去决定讲，我去支持倒一个党的法案，这个党的法案就有可能会过，有可能会过。啊，不过你根据过去吼，伊加这个拿力这个交往来讲吼，伊变讲。伊柯文哲的原则是讲，我会决定倒一个法案对台湾有利，伊才会去支持。伊无一定讲根据什么意识形态，还是讲因为伊家己讲嘛，伊家己是墨绿，所以民进党提出的法案，伊无条件，无条件，伊拢会支持。伊对伊来讲吼，变讲伊这个是伊用嘅表现，即民众党踮咧立法院。一个好时机，所以因有法度发挥着因的关键的这个责任吼，伊才有法度对4年后，不管伊想要搁出来选，还是讲伊为着伊继续踮咧地方吼，去伊提名愈侪这个候选人，对伊来讲才有帮助。啊无，因若无好好表现吼，我个人是感觉讲，伊可能4年后。这个民众党就较亲民党共款，可能4年后就无去啊。所以伊家己要行的路，会决定伊未来4年，而且民众党的这个存还是亡。是。咱即摆来看上新的消息哦，伫台南第一选区，民进党的赖会员嘛，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咯。咱即摆过来看中选会目前上新的票数哦，即摆赖清德嘛是领先，伊是有20万外票。过来看侯友宜哦是第2名，是64万外票。咱要请教吴老师哦，咱古早拢定定讲哦有中间选民。会去选到，结果伊无特定讲选什么政党，可是咱即摆看起来哦，感觉有啥物中间选民这款选民咧？是，我相信台湾也有足重要的中间选民在内。为什么安尼讲呢？虽然咱下我讲这个柯文哲是我都得到足侪支持者，但是咱看到伊过去伊诉求的是讲公民的力量。啥物叫公民的力量？对议题顶头有一定的一款存在感，嘛有一定的一个想法，伊绝对袂跳来跳去，绝对袂西瓜挖大饼。咱所谓的中间选民内底，足侪人来讲的可能是经济选民。啥物叫经济选民呢？这一届若是赖清德有法度过关，其实咱看到就是经济选民来发挥这中间选民的一款重要性。啥物意思？其实咱即个看到讲，全世界即摆经济拢无讲介好的时阵，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拢咧落的时阵，咱台湾却逆势成长。这个成长的部分，其实就是过去的这种路线，会当甲全世界制约。啊，所以咱看中间选民有法度来做这款选择。伊这种中间选民，伊毋是意识形态，伊是对国家的方向，伊是对两岸的政策，伊有想过了后，较去做一个转票的部分。当然，柯文哲伊的支持者，咱看到是讲足侪少年的，但是这少年的讲正经的，对因来讲，未来是掌握在因的手头。但是这条路要怎行落去？其实我个人是较悲观。为什么讲较悲观呢？其实到时民众党若是我都摕到10席左右的票数，伊若伫咧立法院内底，我都甲国民党、民进党讲好清楚，伊为虾米合作的时候，这少年选民，伊都有可能会想到，伊为虾米爱支持者。所以足侪过去支持柯文哲的，会跳出来讲，我是第一代柯
乌，第二代瓜乌，足侪人反悔，为什么会安尼？因为伊个逻辑说顶头无法度。互伊的支持者支持，所以咱看到讲未来伫立法院内底，伊若无法度讲出一套论述，这个部分因为过去伊无执政的迄包袱，所以伊会当讲这个伊也好，迄个伊也好。但是未来你要去抢预算的时阵，人一定会问讲，为什么这个爱排优先，这个排后壁？吼，这，我相信这伫立法院内底，这是要。咱爱看适当的部分，因为这届选举可能半当的所在，足紧的可能一个事件、一个代志，就可能改变选民的投票的一款想法。所以咱看到讲少年的这一届，因到底安怎选，这当然是足重要。但是未来伫立法院内底，伊安怎甲各政党内底来合作，咱过去看到时代力量。吼，也是遐小党，因啥个会渐渐失去伊的支持者。这我相信就是郭文德未来适当，伊要安怎，互伊的支持者继续有法度愈来愈济，啊，莫散去的一个结果。也讲到即届呢，这立委选举目前已经有地方的这个选举立委的部分呢，家己宣布当选了，也就是林俊贤。陈玉珍、颜宽恒、赖慧媛、谢依芳、黄建和、刘定伟、陈秀宝、陈超平、杨耀、陈俊廷等人已经宣布家己来当选咯。我想要继续来说落去，延续就是咧老师的问题哈，要来请教李老师啦，是讲吼，其实咧有人讲，即届郭文德伊提出真侪少年人的政见，真侪少年人感觉讲伊。足有感受、足关心的，不离个呢。其实我也身躯边有真侪朋友吼，特别是年岁较细汉的吼，因看到迄个校久期，伊也提出讲，比如讲青年买厝，要互每一个少年人拢会当买厝，不管是1200万也好，1500万也好，讲免头期款。那为什么这个政策无去打动这少年人的心肝耳啊？是啊，因为吼，即马房价遮悬吼，所以不管这好友伊讲啊。12万、15万，啊免头期款。问题即摆少年来讲，以我即摆平均的这薪水来讲，我就无法度去买厝嘛。我唔免去头期款，问题平均房价我就无法度负担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即摆伊提出进前伊提出即摆这种政见吼，无法度拍动这个少年人，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因为台湾人的这个。地狭人稠嘛，所以比如讲厝，而且是住咩6都的厝，其实是愈来愈贵。啊，这个情形下，少年就想讲啊，我第一优先的想法是讲，安怎增加我的薪水啊？我的薪水增加，我唔照法度去掠迄个房价。我的薪水无增加，你房价搁较安怎加，嘛加到无法度负担嘛。所以变话，对少年人来讲，为什么这个柯文哲有法度互少年感觉讲，你有可能互我一个新的机会？因为男甲女，因为大家看济啊，大家已经看济啊，那感觉讲你已经讲较久，所以变讲大家想讲，互这个阿伯啊。来试看卖。老师，咱继续来看台中立委第2选区哦，民进党的林静怡哦，对决国民党的严宽恒哦，也唔过。虽然蔡英文总统4届去这个选区来帮林静怡徛台助选，也唔过伊嘛是败选哦，伊即马要发表上新的谈话。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选上一个愿意付出的立委，我们会怎么样的努力来付出。那我也非常感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2年又3天的期间，为地方做出些微的这些，不论是对学校的建设也好，对于我所提到的农水路排水，甚至包含自来水跟相关的一些建设。那我还是再一次的非常非常感谢台中市第2选区的朋友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这2年多服务大家，这是我非常非常大的荣幸。再一次谢谢大家。那当然，我们还在等今天的投开票结果。不过，我想，也不想让大家在这边等这么久，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话。那也借这个机会，虽然票还没开完，不过我也先恭喜严宽恒前委员啊。那在过去这4年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就是说，不论是大家说的，过去，他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那我还是认为。
民主选举的过程里面有竞争，一定会带来进步。我们很高兴，我们有机会让地方有竞争，让地方有进步。那也在这边希望严宽恒前委员能够好好的经营台中市第2选区。我一直都说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选区，不论是有山有海，有农田，有港口，有渔业，有农业，有重要的交通枢纽啊，不论是航空或者是我们的铁道，也有非常重要的国防产业。那这些产业都需要跳脱单纯只有地方服务的眼光，必须要能够有更高的视野来协助大家做这些建设。那希望接下来严宽恒前委员未来4年严宽恒委员未来4年能够更积极的结合他地方的能量，跟这一些包含台中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能够有更多加速我们台中市第2选区更好的建设。真的很期待在他原来地方的这个经营的能量之外，可以跟中央更积极的来协助，这是对地方最重要，也是对地方最好的事情。好，那当然经营团队在这2年多以来所提出来的，不论政绩也好，政见也好。其实事实上呢，台中第2选区林静怡宣布败选了后呢，即马在南投国民党马文君，还有台中的蔡其昌已经宣布来自行当选咯。那宣布家己已经当选的，还有林俊宪、陈玉珍、颜宽恒、赖慧媛、谢依芳、黄建和、罗廷伟、陈秀宝、陈超明、黄耀、陈俊武。还佫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的，就是咱的这个电视荧幕恁的倒手边这个所在，这个票数来源是根据着中选会所提供的，目前是赖清德排第1，还有伊排第2，也那是郭文德排第3。也所来要来看的，就是咱的这个家己宣布当选的这个陈雪生，咱来看伊现场上届新的画面。县长、议长全力的支持，乡亲的支持，这一次让我们顺利的连任。今后我主要的政见，北干市场的改善以及马祖大桥，是我们今后最努力的目标。咱即马来看民进党的老会员哦，伊嘛家己宣布当选咯，咱嘛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咱民进党的好朋友。真感谢恁，感谢恁的栽培，感谢恁的疼惜，感谢恁伫台南第1选区对绿色执政的一个肯定。赖慧媛和主席，率领我的市议员的同事，伫这我宣布第1选区我们当选了，谢谢。咱继续来看即马中选会的选票哦，赖清德已经开到126万票，侯友宜是开到98万票，郭文德是开到71万票哦。咱嘛继续来请教老师哦，以前的选举哦，常常拢会攻击前一任的总统，也毋过咱会当看到讲，即届的选举，那就较少去攻击着蔡英文哦，可能是因为经济做了袂歹，大家拢有享受到一寡经济的成果，也毋过嘛是有真侪人感觉咱台湾哦，计薪的问题啊，佮有足侪社会福利拢无做好，所以大家嘛是拢来诉求讲要政党轮替。老师，你安怎看即届哦，顶一届政权对即届选举的影响？是，咱过去看到吼，蔡英文的路线，不管是伫外政也好，还是伫内政也好，咱其实伫即一届伊个蔡总统的元庆的元旦的讲话内底，其实就讲出伊过去的足侪政策，包括伫经济顶头的，包括伊连续8档调整薪水的部分，互台湾摆脱过去前一任马总统的时代22K 的即个印象。第2个部分，咱嘛看到政府非常努力在起社体，社体若看起的时阵，对少年的伊要买厝的部分会有更较侪选择。另外，咱嘛看到对少年的来讲，包括着伊租厝的不管补贴，也是讲伊的迄款咱读迄款私立大学的迄款学费的补贴，这是拢足侪足有路的这款政策。
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蔡英文的路线是要甲台湾中华民国的体制改造会当更较好。会当更较会当伫未来对着中共的谈判的时阵，会当更较有自信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三党的候选人对蔡英文的外交路线也好，两岸的路线也好，虽然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但是对着中共是台湾的威胁这一点，咱看到三党的候选人对着要安怎咱提升咱国防的预算。准备咱台湾的实力，我相信三党的候选人拢无啥物问题。所以咱看到这一届两岸的问题，也是外交的问题，较少有迄款交锋的机会。但是另外伫咱国内底，比如讲主持人我嘛有讲到，侯友宜嘛有提出伊的政见，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包括伊的迄款伊的厝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一届三党的候选人拢去用攻击伊个厝。也是农地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这少年呢，也是咱国家内底人民，拢足关心咱的这款政党的迄款候选人，到底有够清廉无？会当伫国家执政的过程当中，会当提出啥物政策出来？所以咱看到讲伫国际也是两岸顶头较少交锋的这个机会，但是对着国内这个政策内底，我感觉这一届选择是较可笑的部分。啥物可笑？无法度讲了足清楚的。对。呀，咱即马呢，赶紧来看吼，头拄则已经家己宣布已经选调的中华选区谢依芳，咱来赶紧来看这现场上盖新的画面。民众都非常的就是震撼，那也非常感谢在这么艰苦的过程当中，所有基层的所有的人民跟依凤共同站在一起，我们一起为彰山的建设，为我们彰化的发展，为台湾的未来共同打拼。那这样子美好的仗我们共同打过，那未来我们应该要持续的来重视民众的问题，不应该永远在关注的如何赢得选举，而是选举之后怎么样子为地方的发展，为台湾的未来共同来努力，这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另外赖总统啊，他说如果国会他那边过半，我们国民党不会好好监督，只会扯他的后腿，请您来说一下。其实从过去以来，国民党团就是以理性、以监督，而且与在野党其他的阵营共同合作的态度。我们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了，国民党的谢依芳已经发表伊当选感言以外，另外伫咧南投的这个马文君呢，伊也已经家己宣布当选了。咱来赶紧看现场上盖新的画面。就是我觉得人的信任，很容易被一些无谓的谎言，就会受到影响。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让所有的乡亲选择相信马文君。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突破，也感到最温暖的地方。这次刘某的这样的票数也蛮不错的，你觉得呈现于说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呢？因为其实这个不是蓝大于绿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其实我相信民进党在这8年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我们选民去认同的，所以有高达60%以上的选民是希望可以政党轮替。那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它有不同的因素去做最后的影响。可是像南投这样的选举结果，是因为大家希望看到的还是良善的本质，或者我们人民最大的需求，政府应该要去关注到。我想这是阮2个拢会使得到选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那个现在新政府的部分都还是现在看起来。李老师，咱看叫有讲到哦，虽然讲国际社会那阵真肯定蔡英文的执政哦，也毋过这届其他两党嘛是以政党轮替来做诉求哦。像那你感觉人民，你讲6成的民众希望政党轮替，老师是安那回事这个状况？是啦，当然大家拢看吼，为这个民调来讲吼，蔡总统的民调吼，其实这2党来讲已经有一点往下走。为什么往下走？其实因为就像咱之前咧讲，人民对经济
表现啊，加这个低薪、高房价，加通膨，这几个这个重要这个因素咧，来影响到这个人民投票的意愿。所以唔才有60%，差不多60%的选民讲，这届应该政党轮替。就比如讲，因为我互你8年，问题这几个这个问题你拢无度解决，而且愈来愈严重。所以即马足侪诶选民变想讲，要国民党也好，要阿伯一个机会，来做一个政党轮替，要来试看卖。咱来看哦，台南捌调过上关票的立委王定宇，民进党王定宇，即马已经宣布家己当选了。咱嘛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现场大家做伙画3车当选，我有诶都甲大家报告吼，咱做伙画哈，王定宇当选，王定宇。台南第6选区的立委王定宇哦，即届已经宣布家己当选了，伊捌是全国上关票委员，也毋过哦，即届哦嘛是选甲有一点仔辛苦。咱去看一届哦，咱即马中选会上新的选票，即马赖清德是163万票，侯友宜哦是128万票，郭文哲是94万票哦。咱再来看新北市，即马罗明才是14000多票哦，嘛是算，佮有桃园市的吴淑婷哦，嘛是目前嘛是领先的。咱个继续来请教老师哦，老师咱开讲讲哦，蔡英文的执政其实都国际社会真受到肯定哦，也啥那即届哦，郭文哲那都讲表现了才遮尔好啊。是啦，即届吼，大家看讲，差不多有60%的选民想讲要政党轮替嘛，表示讲有这60%的选民感觉讲，你民进党8年，接近8年差不多，所以你想要换一个政党来试看卖，换一个政党试看卖，将这个民心思变的情形下吼，所以才有进程有蓝白合这个局出来嘛。问题到后壁，因为两党大家拢伤济嘛，谁爱做正的，谁爱做负的，大家伤济无法度，到尾才破局。破局以后，比如讲阿伯这个柯文哲就决定行家己的路。迄当时就讲啊，我要决定行家己的路，因为哪甲路拢是歪，所以你爱比如讲选一个碑，然后台湾进行一个彻底和彻底的改变，这是伊的诉求啦。其实你正看，这个郭文哲的这个政见其实甲两党拿甲路的其实差无偌济，而且又讲伊的这个国防外交是行蔡总统的路线，两化伊甲民进党较无共款，问题又讲伊两化甲民进党甲国民党较无共款，问题大家就想讲，你想要安怎做？你有要安怎做？问题伊拢无讲清楚嘛。对伊来讲，这是一个致命伤啦。因为民众会讲两化关系对台湾的生存、对台湾的发展其实足重要。你无讲清楚，有的人就无法度甲票投互你嘛。所以为什么在点的这个蓝白破局以后，为什么柯文哲？这个民调慢慢啊降过，伊本来进程有法度加偌确定咧抢平，问题到蓝白这样正式破局以后，变讲伊的民调一直变第3，一直无法度加侯友宜加偌确定来拼，所以变讲足侪人对伊其实有失望啦，是。也安尼，咱所要来看的就是咱在台南地方的这个立委选举，由民进党的陈登辉已经家己宣布当选了。来看现场上届新的画面。感谢大家，因为伫这场的选举，咱一直咧甲家己咧比赛，登辉一路对议员到立委，我永远无袂记你。我永远伫是上艰难的当中，大家互我温暖。伫我议员，我是用咱的福禄保奖当选，
但是伫我第2届连任的时阵，我是第2名；第3届连任的时阵，我是第1名。所以会当讲的，因为咱侪用心时代对我的支持，所以天威一路拼。咱继续来看有华人王清浩的鲍坤基哦，伊即马嘛已经宣布讲伊家己当选咯。基督的力量能够极大化，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能够给我机会、能够支持我的所有的亲爱的乡亲，各位亲爱的家人，坤奇会勇往直前，带着您的托付，一定奋战到底，把花莲人的需求能够全力的来落实，达成乡亲所托付的目标，我们会全力以赴。即便是总统大选结果不是理想的，我们依然会坚决的、勇敢的走下去，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我们要守护的是2300万人的和平安全的福祉。我们绝对不改初衷，我们会坚持勇敢的走下去。来，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为中华民国加油，为台湾加油。咱继续来看在咱的观众朋友哩电视的这个倒手屏会当看到，这个票数是来自中选会所提供的这个票数统计，目前是赖清德排第1。侯友宜排第3，这2位之间呢差别到40万票。另外呢，甲郭文德是排伫咧第3位，含这个赖清德的差距要到80万票咯。我想要继续来请教到李老师啊，其实事实上拄则讲到郭文德的这个政策，其实吸引到真侪少年家啊吼。但是老师拄则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伊在这个宣布伊家己本身政策时阵，伊讲开一个头，但是伊无甲迄个要安怎解决的部分讲好清楚，所以变做伊的迄个致命。其实呢，在这个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吼，得少年的人的票吼，因为少年人的票数会当去甲因吹叮当，叫因回乡投票。但是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哦，国民党伊伤过老，伊是一个老党，伊无想要支持，无想要行一个老的路线。但是面对着这个蔡总统伊执政8年，这8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也认为讲，这政党必须爱轮替，因为毕竟这少年人受到真侪这辛苦薪水伤低，伊认为政党爱轮替。但是呢，在这个选战的时阵，真侪民众党这伊本地伊讲伊地方这东部这的干部啦，甚至讲真侪伊英国这支持者。本地伊是郭文德支持者，落要变瓜乌，变讲伊负面的支持者，就是等于讲，就是无要甲伊支持就对啊啦。但是在这个选情当中，即马网络真发达，为什么真侪人伊无都去理解讲，这个人伊当初支持，即马无要支持啊？敢有去甲伊影响到这个选民啊？所以啊，当然啦，因为这个国民党吼，这届的选举确实反起反倒吼，其实有。不管伊的党内的人，还是外口本来支持伊的少年人，其实足侪人有切心，足侪人有切心。所以为什么伊的民调为本来有第2啦，有甚至有当会超过赖清德，问题到后壁，正蓝白破局以后，伊跌到是第3到迄个封关的时阵。所以伊这个人吼，伊的政策这个稳定度。稳定，还是讲伊的中心思想哦，对足侪人来讲，伊决定要投互伊，啊，无爱投伊一个关键。所以为什么足侪夸我是讲啊？我本来第1届、第2届拢支持郭文哲，为什么这届稳坏？因为伊看到感觉讲，你郭文哲一开始讲啊，我要安怎做安怎做，问题到后壁，问题你可能。另外，更大，可能你讲的话，甲你想要做的，就是无共款。上主要第一个大家看讲，郭文哲迄当阵甲国民党咧参详要来合作的时阵，就讲啊，一定爱支持这个下架民进党，吼，一定爱政党轮替。问题到后壁时阵，伊就讲啊，我其实是墨绿，啊，国批明这个侯友宜，啊，比如讲大家变后壁就咧看讲。
啊，恁若批评侯友宜、批评国民党安尼，啊，为什么当初一开始你想要甲伊合作？所以你这起到这个前后矛盾的这个态度甲立场吼，变讲足侪人会到后壁影响足侪人会有愿意要投票给你的这个关键啦。是哦。啊，其实呢，郭文哲伊的副手吴欣盈也会当讲是吸引真侪少年人甲伊支持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伊有留学过，而且呢，伊真会真侪迄个场合当中也要讲英语，甲遮个少年人伴暖吼，也有去参加迄个贺龙夜夜秀去上即个网络节目啦。不离过呢，其实上网络节目呢，改成变做是一个少年当中会当吸引到少年人选票一个趋势，就即个现象啊。想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老师你来看，就是讲即马即款政治名称的培养，伊敢会变做是一种政治敢若综艺化的一个趋势啊？是，咱其实知影吼，政治是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特质，但是这件选举内底，逐个候选人后壁拢有一个服务的团队。这个团队内底，不管是你为包装开始，你要讲啥物话，其实这个团队拢是拢完全来甲这候选人提供伊这个方向。但是咱看到伫选举后半段的部分，其实像后壁3周的部分，咱其实看到副手。等到是主导宣布议题的这个部分，所以副手的部分，不管是国民党的赵少康，还是咱看到迄款萧美琴，因这两个一个是足有国际观的，一个是过去内底就一个新闻界，伫这个媒体内底，伊拢知影啥物话题会当引起着咱国内这个讨论。但是等到是民众党的吴欣盈，等到是伊迄公主的迄款形象，感觉伊伫上。迄个贺龙夜夜秀的时阵，等到是大家较注意的时阵，其实咱部分内底，其实伊过去伊嘛做过民众党的迄款不分区的立委，但是大家对伊的这款形象，对伊的迄款文政，到底有偌济印象？咱爱讲倒转来，其实民众党就是一人的政党，所以咱看到讲，这个一人的政党内底，伊的政策安怎产出？最后会并盘无？其实伫南北伫合作的这个过程内底，就已经看了足清楚了。未来4党内底，这个一人的政党到底会甲所有的政策内底，伊是好好讨论出来，还是政党伊讲伊个国民党伊讲要并就并，这安尼会互足侪支持者无法度去款准备。咱即马先来看即马票数领先的赖清德现场上新的状况。动水，小民平，动水，民进党，民进党，民进党，加油，加油，加油！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各地的选情状况。你无支持我，李强，赶快甲你感谢，因为。咱即摆当看到赖清德的总部，已经有足侪人伫遐等开票的状况。林凯囝嘛已经宣布讲，已经有300多万票了，所以即摆票数是领先的状态。即摆现场愈来愈侪人会去赖清德的总部，因可能要准备要来迎接即个今仔下暗的结果哦。赖清德即届甲萧美琴两个人的组合，拢普遍受到真侪传统本土党派、本土人士的支持哦。也毋过，因即届伫少年票的观点是还辛苦一寡，因为有郭文哲真大的竞争。过程当中，或许有很多的交锋。咱个继续来看中选会目前上新的票数，目前中选会上新的票数，赖清德是229万票，侯友宜是180万票，郭文哲是135万票，所以目前赖清德嘛是领先的状态。咱呢想要继续来请教到咱的李老师吼，其实在即届这选战当中啊，其实真侪人亲像赖清德，伊就是上接方攻击，就是讲其实你事实上你就是偏向台独，但是你就是唔敢讲。但是呢，也有人咧攻击，就是讲这个不管是侯友宜啊，也就是讲郭文哲，甚至拢认为伊拢足惊去互抹红，抹红就是讲足惊含
中国有牵连到。也既然是安尼吼，其实咱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咱台湾人诶出国去到别个所在，人问你讲你是为台来，拢会讲 I come from 台湾，伊袂讲我是中国人，是不是？咱台湾人这普遍的民众的心肝头，已经有一个天然毒，就是认为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咯，甲含中国已经是无共款咯。也既然是安尼行红抹红的时阵，是毋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是不是袂当搁再出现中国这两个字咧？其实哦，这甲中国国民党甲这个名称哦，其实毋是上重要啦。因为主要是讲哦，即摆国民党其实伊所有的政策，嘛是为着要保护中华民国、保护台湾的完整嘛，为出发点。伊无可能讲啊，为着要甲中共为着要谈判，还是安怎，就甲台湾出卖。我必须要提醒观众朋友啦，无可能一个政党，还是无可能一个总统候选人，有法度出卖台湾。为什么？因为伊去对外去谈判的任何的这个协议，不管什么物件，伊摕上来一定要经过台湾人的同意嘛。其实这种事情哦，其实北京因嘛知影足清楚的，所以为什么因北京会有条来讲用因这个所谓的软调、软性子来收买？所以对因来讲无简单。咱来看一个现场上新的画面哦，伫台北第4选区哦，目前各家族嘛将对目前的选情来做说明。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个人没有办法把这一席守住，所以代表我的努力不够，那我会深挚的反省检讨，持续的努力。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把内湖南港这一席拿回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继续的在内湖南港让大家能够看到说我们绿营或者是我们泛绿或者是大家团结的氛围，希望未来有机会在内湖南港还是能够拿回来。那因为说泛绿的选票有就是分散嘛，那有跟五星带有什么样的？刚刚有。当然就是说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因为毕竟五星带也不是民进党的，那他虽然是激进党，但是他选战的过程中，其实也一直就是打着台湾派、本土派的名义，那也用了很多我们绿营的这些政治人物的文宣的肖像等等。那当然这过程中也很多的支持者可能也搞不清楚，以为立委可能可以这个多席次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个立委的关键选战，确实因为选票的分裂，那导致对于没有办法团结胜选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自己。民进党高嘉瑜伊即马已经是对外向媒体讲，伊即马票数有较输寡，所以要来看这台北市的第7选区柯淑华，伊的票数也是暂时输予齐卡新。咱来看这现场上新的画面。徐小新委员未来能好好的善待所有松山信义的选民，就像我一样，不要分蓝绿，不要制造仇恨，好好的对待他们，用心的对待所有投给你的每一张选票。而且就是把所有的选民当成是自己的家人，看你这样子这么的感性。对啊，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就一直陪伴着我到现在。对，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虽然这现场呢，柯淑惠呢，伊的这个票数暂且输予这个齐卡新吼，伊是在这个所在已经先暂且向这个人家呼吁讲，爱对待这个选民。另外要来看的是咱高雄的第6选区，就是这个洪选的机关来挑战着高雄第6选区立委选举。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我们赢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因为这70天的选举真的很不容易，根本是政治史上没有发生过70天内要选一个立委，但是
我们高雄第6选区所有的乡亲，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完成这个历史的时刻，让黄捷顺利来当选，谢谢。那当然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高雄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从一开始他就非常相信我，他相信我可以接下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在高雄第6选区，他相信我的能力，相信黄捷有这个勇气。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真的30岁而已，30岁的年轻人在高雄也可以出头天。那这就是我们高雄人的精神，在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很愿意让只要敢冲敢拼，只要愿意为家乡来付出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胜选，都有机会来为高雄来服务。那我也谢谢你不断的告白，谢谢，这就是高雄人给黄捷的爱，谢谢。那我也要非常感谢赵天麟委员。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在赵天麟委员第一时间宣布退选之后，这边整个高雄第6选区是天翻地覆。因为我们这里本来是可以稳稳的拿下来的一区，他在这里经营了20年，他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高雄第6选区。但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他第一时间就说，他愿意退居幕后，他要让我们高雄队都可以赢。所以黄捷接下这个重担的时候，他其实在背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在后面运筹帷幄，穿针引线，把他所有20年来的成果都交在我身上，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赵天麟委员100%的力挺，100%的支持，才有办法有我们今天现在这样的成果。那当然也很感谢我的执行总干事邓巧佩，谢谢巧佩，因为这个中间突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最想哭的应该是他，他在中间也是哭了很多次，但是我们一起撑过来了，很感谢他在这个中间也对黄。咱再来看台东县立委的选区哦，这个选区黄建斌国民党目前是领先哦，因为这个选区内底绿色的是赖坤成，阁有无党的脱离民进党参选的刘兆豪，所以咱这么来看黄建斌上现场上新的画面。风君，谢谢你辛苦了，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们。最重要的是，我要谢谢我的姐姐。好，黄建斌加油！我们再次要鼓励跟加油，跟家人加油嘛！黄建斌动顺，黄建斌动顺，黄建斌动顺，建斌，黄建斌动顺。接下来我们这个很感谢哈。其实我也讲的差不多，因为很多话哪里。也继续提供给咱观众朋友上解新的这个票数，在目前呢，中选会统计票数赖清德已经来到283万外票吼，那还有其是排伫咧第2 225万外票，那郭文哲170万票外的这个部分，想要来请教老师吼，延续拄则迄个问题，为什么即摆总统候选人非常惊讲你去互抹红？是，首先咱头一个咱看到是。国际形势非常的清楚，即摆中共是国际威胁，对着地缘政治的纷争内底，中共不管是军舰、军舰伫台湾的安尼绕行，这对台湾的威胁是非常的大。所以咱看到，不管是3党的候选人，对中国影响台湾的投票因素。大家拢足惊向搭上这个标签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咱看到过去一直讲2花1家亲的郭文哲，以及着到底要承认所谓的9·2共识的国民党，其实伫过去的时间内底，到底伊的选票的重点，因为咱嘛知影，其实这一届少年的大概有100万的首投组，咱这个首投组内底，伊到底伊会转互啥物人？
其实咱拢知影，伫过去的时间内底，这清楚非常的清楚。第二点，咱嘛看到这一届。咱看到在讨论两块议题内底，咱会讨论到到底要搁登记服务的这个议题无？所以咱看到就讲，咱台湾少年的会有戒心，会有迄款对经济环境有一寡不满的一个部分。但是咱看到，咱会看到对方这一档内底放开疫情了后，其实因的经济、因的少年的失业率是愈来愈大。若是讲要中期服务了后，到底这人会入来台湾工课无？会抢走伊的工课无？我相信对这少年呢，对中年人来讲，嘛是足重要一个重要议题。所以到底会向抹红无？其实咱看到伫这一届的选举内底，两项议题3位候选人拢非常的小心。咱嘛看到。过去内底，咱讲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咱这毋是讲头一档的一个部分，咱已经讲过6档啊。所以中共伊的操作是愈来愈右路这个部分，右路到啥物程度？右路到足侪人感觉无感觉，伊足侪迄个假消息，也是这个操弄的这个部分，咱已经变做足事实的。但是咱看到是讲，咱原本是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足事实的一个情形，咱一直咧讲，政府嘛一直咧宣传，但是咧到啥物时阵较简单明了，会当互足清楚，一直到咱前总统马英九伫选前接受外媒的采访的时候呢，伊讲出一句话：相信习近平。所以这场的选举到底是相信习近平的选举，还是信赖台湾的选举？其实变做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到底有抹红无？其实咱看到，包括咱看到迄款侯友宜伊上尾一暗，竟然无邀请到马总统。马总统竟然干那伫面册顶头写出伊的想法，所以会烦恼向抹红无？当然会烦恼。为什么？因为中共即摆是国际威胁、区域和平的破坏者，这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部分。台湾人民要坚持家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即便即届对。蔡英文的路线有一寡支持的这个部分，嘛有一寡怀疑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这一届赖清德、萧美琴这一组的组合，咱看到伫开票了后，一直遥遥领先。为什么领先？因为伫立法院内底可能有无共款对内政策的这个部分，但是面对中共，咱即摆台湾已经有一个台湾的共识，啥物共识？就是中共是威胁，咱爱家己有这爱准备，所以包括预算的部分，包括国防的这提升，我相信伫未来这4档内底，我相信赖清德爱透过更较侪迄款讲法去甲立法院沟通，啊，包括伊未来行政院长到底要选出啥物人会当来做这执政的这个部分，咱行政、立法、司法三卡的这个部分会当做甲更较好。咱开甲吴教授讲哦，前总统马英九伫选前接受德国媒体访问，讲两岸关系就爱相信习近平哦。咱要请问李教授哦，你感觉前总统这款讲法，有去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咧？其实我必须安尼讲啦，其实马总统吼，伊接受这个德国之声这个专访吼，规个讲出来吼，其实伊嘛是对两岸关系有一领仔烦恼。啊，这个烦恼咧，问题是大家甲重点放在伊爱相信习近平这个话，这句话吼，确实对国民党来讲吼，加减啊有影响到，加减有影响到。这个影响有可能是讲，有个人本来要投侯友宜的，有可能转投去迄个阿伯，吼，因为伊本来会投互国民党的，照你讲，伊到这个选情，伊无可能会投互民进党赖清德，所以这个情形之下，有可能伊的票会走去迄个柯文哲遐去。所以你讲有影响，加减有影响。我个人感觉加减有影响，因为这个标题确实是真的很耸动，真的很耸动。啊，我呢这样子去看了规个这个专访的这个内容其实影响应该无法大，伊主要要提起，嘛是主要是讲两岸
的和平甲台湾的安全啦。是。也咱即摆要来看的这个上新的画面，就是南港内湖区这个选区呢，这个所在人讲是3个女性的战争，来看国民党立委的候选人李干秀现场上新的画面。的支持，李彦秀不会改变我的初衷。我20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港湖。不论我在当议员的角色、当立委的角色，没有当民代的期间，我心里都在想，怎么样让港湖更好。感谢大家这一路，因为有大家陪伴我，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长辈，还有我的团队们很辛苦。每天都12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所以李彦秀必须拼。这场选战过程当中，虽然还是也有很多的抹黑，有很多的扭曲，但是一路走下来，感谢港湖所有的乡亲在现场每一位好朋友坚定的支持，我们拿回这一席。我李彦秀会继续加油，李彦秀会继续加油。我会让每一票支持李彦秀的好朋友，会让你们大家知道，投下这一票是对的。我不会让大家失望。过去李彦秀在议会、在地方上、在立法院的表现，我相信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李彦秀会用接下来的4年，我会更努力的拼。李彦秀也更加拍拼拼，不会让大家失望。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坚定的陪伴我走过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过去4年，还有包括选战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扭曲，很多的拗博，但是我仍旧。所以咱来看这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候选人王宏威现场上新的状况。包含我们中山区跟北松山区的选民那么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再次的为大家服务。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去年在1月8号补选，事实上短短的1年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有限。那么我要做的事情，还有我要服务的地方，要为我选区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王宏威会继续努力，继续为大家打拼。谢谢大家鼓掌呵。好，谢谢大家，谢谢。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后续有什么规划？我们第一件事，我们明天就会开始卸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也是一直用吉普车、用宣传车来扫街来拜票。那明天就是要卸票，那我们卸票时间可能会蛮长的，从礼拜1开始，我也会站。来看台中选区上受到外界关心的，就是这届民众党参选的蔡壁如。咱们来看蔡壁如现场上新的画面。今天不管是输几票，然后输1票，输了就输了。然后我也感谢这个蔡其昌副院长，我想他真的很强那这个已经在这里10几年的扎根，那我想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也是好好的去挑战了这样子一个很艰困的一个选区。我想这一场美好的仗，我不管是 K 帮还是文杰还有那个廷秀刚刚廷秀也来还有那个议员我们里长，我看那个清亮里长，还有那个都在那里立委里长，都陪我们打过了。我想我们有深深的感谢大家那这场美好的仗打过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坚定的在这里一直持续的走下去。谢谢大家，谢谢支持我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咱继续来看这个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新北区立委的柯欣莹现场上新的画面。中央跟我们地方连成一条线、一条龙式的服务，那希望呢能够带动我们新竹能够更快速的提升以及更多的成长。好，那就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行政院院长陈建仁院长也送来了祝福代表来祝福。来接。也继续互咱的观众朋友来看，即马中选会上新的提供这个票数依然是赖清德排伫咧第1，有340万票瓜，还有伊排第2 272万票瓜，若郭文哲排伫咧第3 208万票瓜。想要来继续请教到李老师其实拄则有讲到这个
前总统马英九讲爱相信习近平这段话已经扣出来，所以其实有可能对着这个国民党也选情有小可伤害。不过在这个选情呢，江标的馆长徐耀昌也来发声讲，伊做馆长的迄当时呢，向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讨钱讨无钱，颠倒是这个蔡政府在执政的时阵，互伊金钱上援助，互因苗栗县的财政会当就是拍平，会当有一寡钱是毋免因家己来出的。而且呢，伊搁再向这个郭台铭发声讲，对这个国民党老百姓是唔得的。也若针对这款的讲法，你认为讲对这国民党的选情敢有伤害？其实我必须安尼讲啦，徐耀昌伊讲选情讲这个话吼，加减啊对国民党来讲哦。这对地方来讲，确实一个震撼啦。因为徐耀昌家己做过县长，做过立委嘛，伊长期以来甲南营这个关系已经足密切的，所以即摆伊来讲哦，加减啊有影响到伊基层甲支持伊的人啦，支持伊的人。我必须安尼讲啦，伊加减啊吼，伊原来讲啊，因为这个苗栗吼，传统来讲，伊是蓝大于绿的一个所在，吼，伊这个传统上伊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对国民党整体的这个选情来讲，影响无够遐大，吼，问题就是讲，因为伊安尼讲这个话咧，对这个地方，吼，对地方后摆。这个派系中间免未来免合作，未来这个不管是小流派啦、大流派啦，另外叫做这个刘正宏代表这个闽南人、闽派兵，这个三间，这个三方未来免讲为国民党来继续来巩固这个国民党在苗栗地区的选情哦。开始有影响，因为这摆徐耀昌已经退出国民党啊，所以变讲伊后摆，伊要甲这个柯文哲合作，还是要甲这个民进党挖过去，所以这对苗栗后摆的这个走向，政治的走向，确实有巨大影响。对。那今晚要来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桃园的第5选区卢玉玲上届新的现场。我们更要来捍卫我们的国家的和平。玉玲一定会勇往直前，继续为大家打拼。另外，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站出来表态，他们为了要翻转跟期待，所以身为立委妈妈的于玲，我不只要弯腰倾听，我更会站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打拼。于玲，再次的谢谢大家。平镇是我的挚爱，龙潭更是我的最爱。各位乡亲，因为有你们，于玲要更加努力，加倍的打拼，我们一同的来期待台湾会更好。谢谢大家，我是大家的林玉玲，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要请问吴教授，咱知韩国瑜是这届国民党不分区的头名哦，另外民众党不分区的头名是黄珊珊甲黄国昌哦，未来国会会安怎改变？若是讲政党无过半的话。首先，咱知影这一届吼，会有足侪新人进入立法院，嘛有足侪过去的老手，因为伫过去的迄款选举期间，伊落选，佮定个倒来到立法院，所以对立法院的生态来讲，绝对有无共款的变化。但是咱外行在看闹热的这个部分内底，其实咱知影立法院上重要的是院长甲副院长，以及各个委员会内底的召委，伊安怎选择出来。要安怎排法案，这个部分绝对是足重要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就讲，这一届咱看到包括韩国瑜，也是讲，咱花莲的副驾嘛有向提出来讲，伊嘛想要选这
立法院的院长这个位的这个部分，所以我相信吼，各党各派绝对会推出伊家己的人选出来，但是要安怎会当协调出来，这上后壁这个人选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吼，到尾啊，应该是拿甲白的合作来做这个杀出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的人选。啊，对民进党来讲，这一届若是这立法院的不分区内底，那无都政党票开了足水的一个情形之下，咱看到另外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咱台湾的这小党，伫非常过去上好的期间内底，这10党内底，结果拢去互拖落去。什么叫拖落去？不管是个亲像民众党的黄国昌老师，伊伫过去内底是时代力量，结果伊尾也是加入去民众党内底。咱看去过去内底有几个较细政党大发出来，比如讲亲民党也好，还是台湾直进也好，还是时代力量也好，这一届我都跨过迄个门槛。会当入去到立法院内底分着不分区的席次啦，这一届是大家较感觉较悲观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台湾虽然有2大政党，伊的立场，伊的这对公共政策的这款立场，绝对有伊的看法。但是咱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嘛是有需要这反对党也好，还是这小党也好，会当替一寡较边缘、较无法度伫主流声音内底来提出伊的政策。若是即个届选举内底，咱嘛看到，除了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甲民众党也好，若是除了这3个政党以外，其他小党若是伫即个届内底无法度摕到过门槛的这个票的时阵，咱台湾的这款两党的政治内底会有产生一个足大的变化。对，安尼我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因为你头拄则讲到讲吼，那阵即马这国会部分啊，变讲就是拿立白吼，这个3党站的这个国会内面是算较有法度伫遐运作的部分。啊，老师你有讲到讲，这个白可能会含哪个来合作推出就这个立法院的人选。啊，但是呢，亲像之前民进党有一支选举的影片，就是讲，如果讲吼，这若当选了后，有可能是韩国瑜来做这个立法院的院长。所以照老师这款推测就讲，其实韩国瑜伊是一个有政绩的人物。那白那准做在立法院合作时阵，敢有可能会推出伊咧？我想，咱即马先来看王世坚上目前现场上新的画面。我们国防实力的增强，还有国家资源的分配，我们司法正义的改革，这一些都需要我们每一位立委很兢兢业业的在立法院帮我们民众来监督、来推动。所以这一次我的胜选，我觉得又是我另外一个责任的开始。那我知道，我在我们这么多乡亲给我机会栽培我20年之下，我知道我有这个经验，也有这个能力，能够为我们国家社会来做更多的事。所以我有信心，我进去，我可以发挥即战力，我马上就可以上手做事。这次对手是跨区来的国民党的这个议员，是也是一个可敬的对手。那之后可能会怎么样？就是议题上面还是可以去多听听对方的意见，这样子。当然，我一向对于我所有议会的同仁们，我都很尊重。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主张说，选民选给我们议员是要来监督市长跟市府官员，不是来监督评论其他议员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来不评论我们其他议员同仁们啊。所以在这个参选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我议会的同事，所以我一句话都不评论。当然现在选完了，我一样，我都不做任何评论。导致我们本来，我立法委员跟台北市议员本来就应该双方很密切的来合作，尤其我是台北市议会出身，那我更清楚我们台北。也即摆要甲咱观众朋友小留一寡已经在这个区域立委呢，家己宣布当选的人物，即王宏维、李彦秀、徐卡心、李坤成、苏卡辉、张志伦、林德福、吴基明、吴希婷、万美玲、蔡其昌、颜宽恒、杨钦英、
廖伟雄、黄建和、刘丁伟、江启臣、赖慧媛、郭国文、陈廷辉、林基莹、林俊宪、王定武、曲玉莹、曲志伟、林大华、黄捷、陈超平、曲定军、陈秀宝、谢依峰、马文君、尤颖、刘建国、蔡益武、张家斌、陈俊武、鲍坤琪、杨耀、陈玉珍、陈雪生。要稍微继续来请教到咱老师啊，拄则有迄个问题，就是讲，若被因即马在即个立法院啊，即个社畜，大家拢已经开始宣布家己当选了后，若被有可能是在即个立法院合作，但是进前拄则民进党有推出一支广告影片，即竞选影片，就是讲，如果呢你这票投互即个。那被就互你讲，有可能你上讨厌，互你罢免的迄个人，会重新回来到你的目睭前。也就老师你的观察，就是韩国瑜伊是有一个正义的人物。你认为那被合作，敢会真正推出伊来？我相信啊，对于那样来讲，韩国瑜唔是一个票房的独赢，尤其是这一届又个排伫不分区的第一名，所以伊对那样的支持者来讲，绝对有足大迄款支持度，但是咧，对绿营来讲，看到韩国瑜，若是未来要当选立法院的院长，这个部分就是对绿营的支持者来讲是可能感觉会有一寡重大的所在。为什么？因为未来立法院院长爱接触足侪国际迄款访宾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问讲你对两岸议题到底是要安怎行、安怎看？结果咱看到，佢即摆是中国是世界威胁，台湾要安怎做到两岸即款和平的角色？这个部分内底，到底伊会讲出啥物来出来？这是未来大家会当看到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民众党来讲，过去郭文哲甲韩国瑜伫台北市政府的时阵，就有足大合作的即个关系。尤其是咱看到是讲过去这民众党在找副手的时阵，一直传出来讲要找韩国瑜来做伊的副手，所以咱看到是讲，其实民众党甲国民党的这款角度，其实无遐尼差遐尼远。但是上重要的是啥物？伊的支持者到底有法度接受无？民众党的支持者，伊的口号叫做“哪力变乱”。哪力拢无法度接受的这个部分，所以伊开始去投诉民众党，但是看到未议题合作的时阵，结果是伫个立法院内底要抢院长这个位的时阵，哪被开始合作？要合作，这毋是理念的合作，这是一个对权力内底的一个合作的这个部分。所以咱嘛爱看出来是讲，其实有遮理所当然嘛。我相信后壁还佫有讨论的空间。为什么？因为对国民党来讲，要安怎互社会有一个更较好的伊款观感，这个部分是足重要。但是咱嘛看到伫选举进程，除了韩国瑜讲点名，讲有可能变做是这立法院院长以外，包括花莲王，伊嘛是感觉讲，伊嘛叫媒体点名讲，伊嘛想要来争取。尤其是这一届，若是立法院伫三党无过半的期间，咱嘛会看到中共绝对是会甲咱的立法院内底会有足侪迄款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内底包括要安怎交往，要安怎追求和平。这个和平，大家无共款的定义。咱对着未来这个发展的想法，大家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咱即摆强调啊，立法院是代表中华民国，这毋是代表任何一个党派，嘛毋是代表任何一个政党。所以要安怎行出来对咱台湾、对咱中华民国上有利的这个部分，我相信院长爱超脱这个部分，伊袂当徛伫政党的角色，伊嘛袂当徛伫派系这个角色，要安怎徛伫中华民国的这个角色内底，咱必须爱看了。2014年有时有太阳花运动。即个较进前有野草味运动，其实台湾的民众对这个公平运动的这个部分，若是立法院也是行政院对着这民众所关心的物件，我都有一个足大的迄款说服的部分，其实民众是会反映的，所以
立法院内底，唔是讲赢就全部拢总赢，包括咱的执政党嘛是共款，伊要用足大力量去说服伊的选民，我想要爱安尼做，啊，若是无安尼做会安怎？所以咱看到是讲选举了后，美国嘛随时会派团来到台湾，那关心未来台湾要安怎行落去的个方向。为什么？因为美国甲台湾有足侪军事的合作，啊，甲区域的稳定，尤其是咱即摆看到，除了乌克兰的这战争以外，这以哈的战争以外，两岸即摆嘛是较紧张的当中。但是对两岸的关系内底，我相信国人对和平的这个部分是有较大信心，尤其是美国甲台湾这个合作对话这个部分，尤其中国甲美国吼，咱看到习近平到美国了后，伊有讲到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就是中国无要挑战美国的利益，中国未去挑战这美国伫全球的这个老大这个位，所以咱看到讲中国即个伫这个甲美国内底有一个对话这个空间，所以咱看到立法院也是行政院啊未来这个赖总统到底要端出更较好的这个政策出来，我相信这是未来大家会当关注的重点。咱继续来看中选会选票哦，即马偌千条选票嘛已经超过400万票了，咱即马嘛连续好偌千条竞选总部。看到我们民进党已经获得30席了，我们希望总统大选国会过半。各位乡亲，我们现在接下来要邀请的是海外青年，第一位是刘延军，他从小跟父母移民加拿大，他可以说流利的国语跟台语。他成为加拿大联邦选举的首位台裔的候选人。另外一位是许嘉诚，他是美国纽约台美律师，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他拥有台湾纽约州以及华盛顿州律师资格。我们用最大掌声来邀请他们上台支持，好不好？我们欢迎我们2位海外青年代表，热烈掌声再给他们一次。来，加油起来！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啊。咱会当看到偌千条总部，即马气氛是愈来愈热络。咱继续来看台南的第6选区王定宇，伊嘛已经宣布讲家己当选了。在面对分票的危机，大概台南市我这个选区是唯一面临分票危机最严重的，加上我的竞选对手都是采取负面的攻击，以及我是被中共点名前10名，所以境外的攻击以及支持我的朋友面临了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状况下能够守住这一席，也开出了不错的票数。我觉得我要谢谢选区每一位支持我、关心我的朋友，那也谢谢竞选对手，在这竞选过程当中，我们互相砥砺，我们都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更好。在中二选区的各位好朋友，可以让我有机会在中二选区服务到今天是2年又3天。那这2年又3天的期间，我想我跟我们的议员、跟我们地方的伙伴，还有我们所有的服务团队跟志工们，我们真的是日以继夜，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选上一个愿意付出的立委，我们会怎么样的努力来付出。那我也非常感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2年又3天的期间，为地方做出些微的这些，不论是对学校的建设也好，对于我所提到的农水路排水，甚至包含自来水跟相关的一些建设。那我还是再一次的非常非常感谢台中市第2选区的朋友们，让我们有机会在这2年多服务大家。咱即马对中选会选票嘛，通看到讲偌千条哦，已经超过427万票，是真稳定的人选哦。咱嘛要请教教授哦，咱古早拢会讲咱有分类投票，也是讲哦会来做配票这款的动作。你感觉这款的动作，这届敢有出现？是，我感觉这一届吼，对于选民来讲，因为弃保无出现，所以拿无弃保。白嘛无弃保的情形之下，
咱就看到所有的选民，就是倒来选伊上介意的迄款候选人。啊，咱看到是讲南嘛无去报，北嘛无去报的时阵，啊，到底有人转移伊的选票哦，选来赖清德的这个部分。其实咱为即摆看到领先的这个部分，其实南甲北这个部分内底，因为对着两岸的关系也好，对国内经济也好。到底这个经济这个情形要安怎会当延续落去？所以咱看到赖清德伫开票了后，这一组的候选人就开始遥遥领先在内。但是咱嘛看到伫政党票的部分，两边包括着南北啊绿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拢价格非常的暗的这个情形。为什么？因为咱看到这个不分区内底，到底是比如讲咱看到伫国民党内底，伊提出这个韩国瑜的这个第一名这个部分，所以伊是伫政治组的部分扛伫头前，但是对民进党来讲，伊就是政治组扛伫后壁这个情形啊，所以每一个党的策略是无啥共款的一个情形，所以咱嘛看到即摆讲了总统的票开了较紧，但是咱看到不分区的这个部分，政党票的部分是大家更加关心的一个情形，所以咱看到讲政党票是一个理念，所以看安怎后壁继续看落去。咱即摆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北市第7选区市卡心现场画面。上我们有很多的里长、党部的志工、常委书记、领长陪着我们一路走下来，才能够迎接胜利，才能够最终胜选。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此外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北市的黄吕锦如主委。那因为有黄吕锦如主委，所以我们台北市其实今年提名了很多的年轻的选将，我们也非常的团结。不管这一次台北市的8席立委是有当选或是没有当选，我们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携手团结合作。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北市长蒋万安蒋市长，在选前的时候来给我们在这一波助力陪我车队扫街。那此外呢，包含是很多像韩国瑜韩市长，未来可能的院长，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们、重要的来宾们，在每一场的造势、每一场的争气巧星号，那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加持、给我们的鼓励，我相信都是成就了这一次的胜选的结果。所以巧星不是一个人，是因为有一群人跟着我们一起走。我也要特别感谢信义南松山的立法委员费鸿泰费委员，过程当中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支持，那也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进。那我相信新的世代，我们会接好这个棒子，接下来继续的服务我们所有信义南松山的选民朋友，很多该传承的，那我们都会继续的延续最好的服务下去。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费鸿泰费委员。另外，我想也要跟我的竞争对手许淑华议员致意。在民主的选举过程当中，当然大家在争取选票的过程，可能会有很多激烈的争执。不过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选后一致，都是要继续照顾我们所有信义南松山的选民朋友。所以未来，我相信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只要是继续在政坛当中为人民努力的，我们都会携手尽力的来做。在这里也跟许淑华议员再一次的致意。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任重道远。那我想刚才我在车上的时候也接了几通好朋友的电话，其中我也跟我们王宏威立法委员也恭喜他顺利当选，通过了电话。我想呢，接下来进到立法院里面有非常多需要监督的。我不会因为今天我个人的胜选，我就觉得放松了我们的心情。我们要继续的跟民进党直球对决，我们要继续的追踪在选战过程当中对方没有回答清楚的疑虑。比方说像高端疫苗的合约，本来不是说要公开吗？现在选举都选完了，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公开？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在这条路上奋斗，愿勇气。咱继续来看新北市第1选区的立委候选人，国民党的洪明凯这嘛发表上新的谈话。感谢大家。感谢我们所有乡亲好朋友。孟凯刚刚在脸书上面写的就是
感恩新北一，荣耀归乡亲，深深鞠躬感谢所有的肯定。但这肯定不是给洪孟凯一个人，这肯定是给过去4年时间，孟凯跟我们在地新北第一选区108个里的里长，还有我们在地的所有议员，包括金刚乡蔡锦贤议员、蔡淑君议员、陈伟杰议员、寿明忠议员、陈嘉琪议员、陈明义议员等等，会当甲咱共同拍拼到底做伙。也感谢我们6个区公所的行政团队。我服务的时阵拢常常讲，选举有分，但是服务绝对无分。所以中央地方一条心，就是共同努力，为我们乡亲打拼。当然，在选举期间，感谢我们所有的竞选团队。今摆要来带观众朋友来是看新北市选区热拼有的现场。还有我们各位乡亲，大家晚安。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致歉，是我不够努力，所以没有成功的赢得这场选战。那在这里也祝福我的对手廖先祥先生进入立法院了之后，能够好好的为乡亲做建设。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金山、万里、瑞芳、平溪、双溪、贡寮对于品妤的大力支持跟肯定。那另外也要特别感谢在汐止支持品妤一路走来支持品妤的乡亲。那我想这只是一场选举，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继续去努力。所以在这里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人，那也期待我们新北市第12选区未来可以更好。那未来我也会在不同的岗位继续为台湾努力，继续为台湾打拼。谢谢大家，谢谢。来看选委会初步统计，台北、新北市、桃园、台中，还有台南市投票率都已经有7成哦。今年平均的投票率是6.9%哦。虽然要请教2位老师哦，目前中选会票热清点嘛已经超过450万票咯。什么大概是偌济票，还是一定会调的？是啦，即摆来讲吼，那用6.9%的这投票率来讲吼，较稳定的当选的票数来讲，差不多是550万以上会较稳。因为即马为即马3大块的3卡多的这票数来讲，南甲北2个加足严的。这个足严的情形之下，变讲第3方这个赖清德有机会窜起来。就变讲一个是少数总统嘛，大家安尼讲。所以即马这个6.9%的投票率来讲吼，只要差不多550票550万票以上，这个当选的几率会较悬，会变较悬。所以多一个候选人会先超过500万，500万的票数来讲，伊的这当选的几率愈来越悬。那郭老师，你安怎预测？这一届会当投票，咱台湾合格的选民差不多1900多万，尤其咱若掠7成的款投票率来讲，差不多1300万的合格的选民，咱若掠一半，咱嘛差不多爱掠650万票。但是咱嘛知为过去的民调来看，大概上好的迄个赖清德，大概4成外的部分，其实是较领先稳定的一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即摆已经到选举的开票后壁的时间，其实即摆这个趋势的部分是已经非常的明显。但是咱到底会变做出现一个少数的总统无？这是刚刚李老师嘛有讲到一个部分。但是咱必须要看到讲，因为这届在3卡都的这款选情内底，若是有法度出现到一个较多数的一个部分，那我相信对国际也是对两岸
会传出来的款意念会较无共款。所以，若是咱即摆看到票数超460几万票的情形之下，若是有法度更较往中的即个部分，为虾米？因为即个届大家拢评估即届选情较紧张，所以分票的情形非常严重。但是咱即届看到赖萧即个组合，伊对着侯友宜甲赵少康的即个组合，会当开出安尼的票数出来，伫咧全台湾安尼在走的同时，要安怎会当甲咱的选民啊，甲国际会当讲较更较清楚的一个所在。我相信吼，因为即一届的投票率，今日天气是非常的好，但是即摆投票率差不多7成左右的一个情形，大概袂出大家意外。但是对过去来讲，咱这个蔡总统伊的投票率，要较这8成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即一届投票率无遐悬的部分啊，要安怎会当更较会当传出更较好的信号出来？咱即一届吼，咱看到7成即个部分，其实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即一届伫咧咱看到中国是希望会当互更较侪台商会当倒来台湾投票，但是离过年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礼拜外的时间，所以台商到底有倒来投票无？投偌济票？我相信这嘛对投票率是绝对有足大影响，尤其是即个届，咱嘛看到，因为天气足好的，所以哪力照理来讲，拢已经出来投票情形，但是这个投票率可能无突破顶一届蔡英文的迄款门槛，所以咱看到讲投票率虽然有7成，但是佮可能无过去遐尼悬的一个情形。对，因安尼我想要来请教到李老师吼，就是讲吼，咱当然啊，咱是亲像民进党政府过去8年，伊是全面执政，是因为总统选民进党，啊那国会伫咧民进党伫咧国会也有过半，所以会当全面执政。咱知影讲吼，这选立委有2张票，一张是投地方的立委，另外一张是投一个政党票的部分。是毋是讲其实像老师你一直咧背手机啊，甲这资讯一直甲伊扣入来吼，是毋是？咱请老师甲咱小看预测啊，讲吼，即届啊，因为咱投立委一个人有2张选票，在今年即个选举投票时阵，敢会出现到分裂投票这款情形？是啦，那根据阮即马上新的即个投票率啊，加票数来讲吼，即马分裂投票较有发生伫即个民进党身上。因为即马我看的即个资料是讲吼，民进党即个政党票差不多有424万。424万，毋过即马赖清德的选票已经走到472万去啊，所以这中间差不多50万左右的票吼，有可能这票有可能会刷去小动去，因为大家拢知影嘛，时代力量啊，加台湾激进党，这2个党甲民进党的这个意识形态甲政敌的这立场较小啊，所以有可能有的选民的会甲票政党票转互这2个小党，啊，即马大家看嘛，即马这个民众党的票数，伊个这个票数吼，300，这个国民党差不多300万票，啊，毋过伊这个政党票差不多220万，所以。来讲，这个差不多差要80万票嘛，这个80万票嘛有可能走去这个小党去，嘛有可能走去国民党去。所以迄当阵大家就想讲，这个分裂投票对象较有力，所以即马看起来吼，对这个2个大党较有力啦。较有比较有利。因为对2个大党的这个影响较无法大，那要请教吴老师哦，你感觉伊既然有分裂投票，你感觉时代力量、台湾基进，这个小党敢真正佫有法度活落来？其实吼，咱看到伫太阳花学运了后，其实台湾有出现一寡小党的空间，包括着咱看到时代力量，也是台湾基进的这个部分啊。过去内底，咱大家较清楚，包括亲民党啊、甲台联党这2个较过去内底嘛是算
有这款各种不同的色彩的一款政党。但是咱看到的是，因为过去因可能因的领导者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charisma 这种情形之下，会当吸引到足侪的选票。但是咱看到这一届吼，我个人是较悲观一丝丝，因为这一届吼，其实时代力量受到因前主席黄国昌走去民众党担任不分区的这名单内底，所以我相信对民众党的选情是有提升的。但是对时代力量，伊要去选择，要甲过去的一款因的领导人来做一个分手的动作，这个部分其实我看时间一直拖到足后壁，所以对时代力量来讲，黄国昌是一个资产，嘛是一个包袱，所以咱看到伫时代力量内底，伊到底要安怎去争取到选民的选票？其实咱看到是讲较困难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另外来看吼，其实包括除了时代力量以外，咱看到台湾基进，其实伫过去内底，因一直在诉求的就讲，台湾嘛是爱有监督的力量，也就是讲，伫主权、伫两岸关系、伫国际关系顶头，咱台湾应该是用共款的一款主体意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民进党伫国内底执政的时阵，当然伊有包袱，当然伊有无好的所在，嘛是需要监督、需要检讨的所在。所以台湾基进伫这一届内底，伊就是提出来讲，伊嘛是一个监督的力量，希望大家互伊一个机会。因为要摕到这个实处的这个部分，伊必须要过5%的这个门槛，较有到入去分。无咱看到讲，伊若是无过这个门槛的部分，伊一定过去计算。所以咱看到讲，虽然即摆票数有开出来，有一定的投票率，但是伊到底伊的票最后会向分出去，会无算。经过计算了后，伊安怎分去两大党还是小党的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这一届当然台湾基进的这个部分是较辛苦一寡，但是伊若我都跨过3%，我相信是以后壁一个足重要力量。不过咱嘛是爱看到，咱台湾也有譬如讲像绿岛。吼，这因这比如讲，因有足侪女性的议题，也有足侪进步的议题内底，虽然无法度讲完全得到选民的这个支持，但是透过选举的过程当中，家己的政党的理念提出来，互大家更较了解、更较熟悉。我相信这嘛是中华民国民主选举内底上重要一个资产，这绝对唔是干那两大党会当对国会内底的分配尔。咱台湾内底嘛是有足侪进步议题，需要咱国人更较来这来关心。当然，咱在进步议题吼，伫选票顶头无一定都有绝对的一款会当登出投票率出来。但是，若是有迄款小党会当来做这分配，来做这代言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伫执政党甲迄款在野党，若是有得一寡这议题这个部分吼，我相信未来4党到底中国的因素要影响台湾，这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共识啊。但是，这新科的立法委员入去到国会了后，伊的表现，甲伊过去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共款无？这是选民绝对会检验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立法院绝对是国家的。这一届郭文哲讲，甲国家幸福人民，其实国家一直都是人民的，这唔免幸，这国家就是人民的。所以立法院当然嘛是人民的。所以对于两岸未来这块开展的这个部分内底，选民一直目睭紧紧在看，到底要安怎会当有更较好的这一个对话这个空间。我相信一个健康的立法院，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部分。对，安尼我想要来请教李老师吼，就是在这个进前一回吼，这总统立委选举的时阵，民众党又摕到5席的这个不分区立委。那这个5席的这不分区立委，在这届选举全部投入地方的选战，但是照目前这个票数，甲伊开出来看吼，其实甚至亲像蔡壁如已经宣布家己败选啊吼，安尼想要来请教李老师吼，就这个政党票，因遮的人，亲像包含这届民众党应该会当摕到真济这个政党票，包含着伊的这个立法院的席处。那遮一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票数呢，到地方就是一个中央一个地方摕到这票数，是不是讲其实在遮的立委啊，因要去地方拼，也是有缘受到这地方势力影响？
是啦，确实啦，因为即马来讲吼，即马民众党即个政党票差不多摕到260万，其实对一个新即个成立才3、4年的政党来讲，是无简单啦。吼，已经连第4名吼，第4名是即个时代力量加30万票尔吼，即马到即马为止，所以即马规个表现来讲，大家拢知影，即个柯文哲确实踮咧这个选战当中哦，开始把这个民众党整个声势拉到最高点，声势拉到最高点。不过大家怎样？区域甲不分区哦，确实嘛是有一个差别啦。因为区域吼到后壁嘛，才看你甲踮咧地方的这个经营，有偌久。有当然啦，迄当阵大家看嘛。这个柯文哲的政策是讲吼，伊把这个不分区本来这个不分区5个全压落去地方去选，伊本来就讲利用这地方的这个声势咧，来这个顺续来拉抬伊这个总统甲立委的这个选举嘛。问题即马看起来吼，无达到伊的效果，所以可见的。这个区立委这个选举哦，甲地方这个不管是派系啦、人脉啦，还是你地方的经营的长久哦，确实嘛是较有这个关系啦。咱继续来看，即马从中选会上新的选票哦，赖清德已经超过495万票了。咱即马嘛连线和赖清德的竞选总部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的地方，但在这次选举里面。一直被贴标签，一直被喷黑，一直被抹黑。可是我们的市民对我们的老市长有信心，因为赖清德在台南的政绩一直都是5星级的，对不对？赖清德是我们的老市长，我们很与有荣焉，让台南的老市长变成中华民国，变成台湾的新总统，对不对？我想，赖清德、萧美琴这对组合，一定能够接续带领台湾，跟蔡英文总统无缝接轨，没有实习期，没有新生训练，直接就要接续蔡英文的路线，继续带领台湾，让台湾更好。最后，要跟各位报告。即摆呢，这赖清德的票数是会当讲是走大胜，所以这竞选总部现场是热扑扑。所以要来看的排第2的侯友宜竞选总部现场的画面。内心的心意，但愿伊会当面对这个民意，唔通一意孤行，甲台湾带入万劫不复的境界，安尼就会成为真大的罪人。所以感谢大家对着国民党一路行来的疼惜，一路行来的支持。国民党当然是接受民意的决定，嘛会接受民意的鼓励，用这选票甲国民党鼓励，尤其咱的所有的候选人，加着咱所有的支持者。经过一场非常艰难也非常美好的选战，所以人日子总是爱过了。咱不但会坚定，咱呢会更加打拼，咱会更加团结。一时的失败，无表示永远的失败。但是不能忘本，一定要记哩，永永远远，甲着咱的人民头家行到底。我看到恁坐伫遮，我当足侪话讲袂出来。因为我感觉讲。郭文德哦，这届虽然无变呀，这场选举也毋过麦当讲是选了真好咯。所以咱继续来看郭文德现场上新的状况。共同的理想，
想要实现我们所要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这一个目标。我很欣慰，也很骄傲，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从今天晚上开始的每分每秒，我们没有灰心的权利，我们没有失望的权利，因为我们大家要一起往前走，对不对？对不对？我刚刚在上面，我看着柯主席，我跟他说：“你不准放弃，你不准放弃！所有的小草们，包括国昌，都要求柯文哲坚持下去，对不对？对不对？这一场运动，今天晚上虽然没有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终点，但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成立不到4年的政党，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媒体，靠着就是在场每一位小草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这一场总统大选当中威胁到蓝绿2个政党，我们可以在这一场大选当中拿到将近400万的总统选票。估到目前根据着这中选会票数，会讲3位总统候选人，伊的这票数过扭开咯。先要来请教着吴老师啊，面对着这新的局势、新的政党，对这个总统有啥物款的愿望无？是，我相信刷来世界台湾由赖清德、萧美琴的组合，我相信会当对台湾走向更较好的世界，甲台湾行出去，唔是干那绑在中国尔。要拿李老师理的。是啊，我是感觉讲后摆吼，那这4年吼，这4当后摆这个政治的重心吼，会放在立法院，因为即马3党看起来拢未过半，未过半的情况下，比如讲这个权力制衡甲平衡啊，如何去妥协，这是后摆咱后摆咱这政治的走向的这个关键咯。真感谢2位老师哦，今仔陪伴咱第1台的观众做伙看开票哦。今仔第1阶段的特别节目嘛已经结束了。虽然哦选举的结果无啥可能是台人拢满意哦，也毋过民主的制度其实就是咱台湾人的胜利。所以咱等下8点到10点哦，嘛请观众朋友继续来收看咱第2台开票的特别节目。其实咱来看这个目前的票数，根据着中选会这票数，其实票是愈开愈多。目前的赖清德永远是排第1，才开始摕到508万外票吼。那侯友宜排伫第2，418万外票。那侯友宜郭本德排伫第3，329万票。讲到亲像老师所讲的吼，面对着这新政治、新政态。有可能呢，将这个未来台湾政府规运作重点放伫立法院，也毋望讲呢新的这个政府呢，会当领导台湾走向世界，成做世界台湾。今日非常感谢2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非常多谢老师，感谢。也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呢，在8点到10点继续支持台2台的开票节目，咱再会。厝价值伤悬啊！即马少年人拢买袂起，希望迄价值会使较落来。台湾的厝真正足贵的，哦，那咱的大的正义嘛爱好较好咧，互咱少年人拢买着厝。台湾人的未来到底在倒？而且台湾人到底应行去倒位？国际情形，搁即马社会形态，应用做甲啥？咱的新总统会当甲咱台湾带入国际化。行出咱的国际观，我希望咱的总统会当是一个尊重、甲包容、
无同的族群的人。我就想要有囡仔，毋过包含教育、养市顶面的政策，我嘛是感觉无够完善，所以我嘛希望讲伫这部分会当甲照顾未来可能是这个国家为主体的人群，伊会当更加安居乐业伫这个土地顶面。咱台湾莫有战争，会当安尼安静平安安尼度过安尼。莫战争嘛是上主要的。咱希望是选一个有国际观的总统。未来总统会使互咱的生活条件、甲经济条件会使较好一丝啊。台湾吼，咱之前甲平静会当过得吼，安尼平平安安过较平凡，迄个日子安尼呢。因为咱台湾的母语伫要死去啊，所以呢吼，咱就是吼爱尽量吼来吹杀台湾的母语。我希望咱的政府伫咱台湾的文化面顶，会用个加一寡使一寡力，用加一寡意思。希望讲，伫咱即个新总统未来，伫即个政策内底，语言的政策、本土母语的政策，会当更加落实。期待当然教育这块是一个足复杂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讲，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毋是单看到讲一寡问题用开钱安尼压足这钱，当来解决教育问题。已经有愈来愈侪国家认识，讲熟悉阮是台湾人，熟悉台湾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讲未来甲外国无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当维持甲愈来愈好。我希望咱会当重返迄个联合国，咱莫阁受别个国家的打压，互咱台湾伫个即个国际上的经济也好啦，也是讲咱伫个外交好，拢会当希望咱拢会当有新的发展着。我上关心的是台湾转型正义的问题。我希望台湾也会使会记起较早迄段历史的假史，莫阁行同款的路。咱每一个人民拢爱站起来，为着这个正义，为着这个社会的安定，咱莫受到人的影响。其实，阮感觉这几年台湾的经济算袂歹，亲像股市啊、股票嘛是足有进步的安尼。希望讲未来阮会使莫受到中国的控制。希望咱的国旗会当伫个全国、全世界的国家拢会当来举悬悬，互人看会到，袂受到压制。定根台湾，行向世界。第一就是甲咱台湾，咱自本已经做甲真好的物件，好好甲整理起来，甲考换来，甲咱这个台湾遮好的历史文化，好整理出来了后，撒向全世界。我上关心的就是生活伫台湾的所有的，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一个性别平等，而且是不会有任何性别暴力安尼的环境来生活。因为阮服务的是无家者嘛，就是游民。阮当然是希望讲，未来政府会使对这群人会使搁较侪关心，搁有一寡服务的安排，互咱台湾发光发热，全世界拢肯定咱台湾人。希望台湾会当愈来愈好，互阮为国际去啦，加油！欢迎登来到咱公视第2台2024大对决总统立委选举开票特别报道，我是黄平仁。他说是多谢到苏军甲嘉禾在顶一个阶段，那么为大家服务。现主时，咱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选情，嘛现场邀请到学者来为咱开破这场选举对未来4党台湾政局的发展，以及对外国的影响是啥物？所以，咱来了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主持人、各位新闻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辛翠玲辛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那么第四位，政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连丰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今麦的现场，侯友宜发表的谈话。我希望各党派在先后面对台湾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我们要一个团结的台湾，不要一个分化冲突的台湾。侯友宜这一辈子，除了参选的目的，都是团结台湾，团结中华民国，团结咱这个土地所有的人。这是我深深的愿望，嘛希望执政党，嘛希望各党派大家会听进。尤其这场选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台湾面对了台海安全的问题，面对了美中台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让台湾的民众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更期盼的，民进党这8年，我们希望有不好的地方，人民的期待的声音你要听进去以外，以及要打造一个青年有效率的政府，让我们台湾人民期待是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这才是执政党以及我们所有人最深的盼望。对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知道大家拢真歹过，真失望，甚至我头拄伫后台，看到我足侪好朋友伫遐流目屎，我会当理解，我嘛真唔甘。这个唔甘，是因为咱足爱这个土地，咱爱咱深爱台湾人民。咱爱咱的厝家人，爱咱这块拥有咱大汉的国家，咱会当难过，但绝对不要气馁。我们要把悲愤的力量转化成监督民进党的力量，这是台湾进步的力量，更是捍卫中华民国的力量。但绝对不能散，也不会就此消失。点都变过来，我们要更坚强、更茁壮、更不断的大步迈进。这单班的台湾人的开口，这段时间我走过大街小巷。感受到每一个民众。咱听了好友谊哦，甲大家加油。那么另外一个现场，郭文哲在台顶开始要讲话了。这场选举当中，在蓝绿的夹杀之下，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帮忙我们。面对蓝绿的高墙，不曾放弃，坚持到现在这一刻。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竞选团队，还有更重要的。在全国各地挺身而出的小草们，谢谢你们。这是一场公民运动，非常感谢有人背着一个气球，从富贵角灯塔到垦丁，再走回台北。每次想到这些事情，想到有这么多人在街头上帮我背着气球，在马路上帮我发传单，我们大家叫陆战队哦。这个还是要谢谢你们大家，谢谢大家。在你们身上，我也看到了台湾人民如何热爱这个国家。我也再一次确认说，你们就是台湾的希望。至少我们已经成功的向世界证明，在台湾不是只有蓝绿而已，而且我们也向世界证明，民主始终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在这场选举当中，我们至少创下了很多奇迹。我们真的在这一场选战，我们没有办募款餐会，也没有卖过募款的餐券，纯粹只靠大家的小募款，我们就可以打这场选战。我想，这对将来整个台湾政治的发展一定会是正面的影响。那我们提出很多政策哈，对这个台湾的国家永续发展，我想也是会有更成熟的规划。
选举的热情是短暂的，不过爱护台湾的感情应当是长久的。在追求公益的路上，在迈向永续国家的路上，柯文哲不会放弃，也要拜托大家不要放弃。因为不要忘记，因为你们始终都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你们也是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可以继续奋斗的理由。那在这一次，台湾民众党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在野力量。在这个地方，我要以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每一张选票都是表达对我们的认同和肯定，这也是台湾第一次在蓝绿夹杀之下，撑出了3党鼎立的全新局面。加油！这也代表台湾。咱他看到是郭文哲主席哈，主席讲我无放弃，大家嘛无放弃我吼。来看起来，在这摆这个选举当中，其实有真侪人预测讲，是毋是民众党的就此哦，就溃散去？看起来是无哦吼。咱即摆看起来，伊在不分区的这个得票率的吼，38比34比20%吼。伊就如伊头仔所讲的，伊变做立法院内面真关键的，嘛袂使讲少数哦，因为这刷落来这个国会这个情形实在是真歹预料啦吼。首先，我要来请蔡老师你讲看卖吼。阮头仔是真看到区域的立委，区域的立委会使对民进党来讲哦是非常非常的挫折啦吼。新北市免讲，咱也是讲哦，桃园市吼，桃园市落实完全失败，吼，桃园市我所即摆得到的最新的消息，这落实其实是内面有一些是本来是无党籍啊，但是过去拢以这民进党党团的运作的条件有啦吼。老师你安怎看？是，我咧看吼是安尼，就是讲民进党伫迄个台南、高雄吼。啊，甲包括新北市选还佫袂歹，但是桃园、新竹、甲苗栗、花莲、台东、金门，这其实选了无介好。啊，其实可能有一个原因嘛，有可能啦吼。咱即摆推测就是讲，有可能是病赢的支持者部分倒互国民党的区域地位啊。吼，因为安尼个咱解释讲，有当时咱感觉过去进前民调足近的，啊，但是最后开出来。煞拢来赢这几个选区啦吼，啊，当然上特别就是台中市，因为台中市卢秀燕吼，伊伫台中市真极力咧辅选吼，啊，台中市有几个过去民进党的现任的立委吼，即届都无小心吼，啊，就败选伊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讲，这对整个台湾的政治来讲吼，就是讲民进党无法度规碗放弃啊，总统有赢吼，啊，但是立法院可是。未来就是面对着一个3党无过半的这个情形，吼啊，而且佫来特别继续，就是立法院长的选举，吼啊来包括的行政院长的，即马现任这个行政院长，因为咱是5月20才就职嘛，啊，但是立法院改选出来了，这个行政院长一般拢会先辞职，拢会先辞职，啊，伊辞职了。总统现任的这个总统蔡英文总统，伊可能提名一个看守的内阁，看守的行政院长，一直到5月20才有新的，啊，这当中一定是立法院就开议啊嘛，啊开议了，立法院长，是不是国民党的，还是讲民众党到时有可能交民进党夹做伙，啊来过半，这真歹讲啦，所以这场的选举，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当选的人也免伤欢喜，比如包括这总统啦，伊知影讲伊的国会有可能，就是讲爱面对着无一个政党过半，啊，伊的政党有可能，就是讲若别人夹起来就会过半，这对伊的这个施政立法拢是真大影响啊！我相信伊今仔的国际记者会，伊嘛唔敢伤欢喜啊！这因为这政治就是安尼，现实就是安尼，开出来就是安尼，这种理念的，这无法度讲
讲咱期望是安尼，但是事实上开出来就是毋是安尼。咱即摆看到吼，目前为止总统票还未完全开煞。对。但总统票即摆看到的是532万对到441万，并且呢，郭文哲是348万啦，吼，这个趴数是有赖清德有上到40%，那么侯友宜是上到33.38%，那么郭文哲是26.36，26.36吼，歹势，这模拟就讲哦，老花眼哦，才看过。其实这甲事前的这个民调拢有一寡差距，吼，我唔知除了他蔡老师所讲的，这国会变化吼，民进党加民众党从此以后是要安怎用？但是你安怎来看待民进党在地方选举这立法委员这个战处安尼，咱会使讲大败啦，吼，真济关系是大败，你安怎看？辛老师，不管是地方还是这个全国的这个中央总统的这个选举吼，其实我看我是感觉这内底的这个民众吼，咱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相像的，吼。就是呢，比如讲，咱以总统选举来讲吼，虽然讲呢，民进党这道是赢这个另外2位候选人，不过呢，咱来看这个票数吼，中央的这个相差并无真正讲赢，咱讲感觉比较你讲进前一道吼，还是呢空档年吼，迄道来这个来做比较的时阵。并不是真正讲大赢，吼，还是讲一个足稳定的这个这个赢。所以呢，真内底这个数字呢反映出来，就是讲其实大家并无希望讲原底过去8党的迄个吼，民进党呢来主持国家吼掌握全部管理的这个状况个继续。好，所以呢。其他无管是虾米人吼，这个民进党无关系吼，即马总统得几票，拢爱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讲吼，咱即个社会，咱的即个投票的即个民众，希望的是有一个改变。吼，虽然讲呢，执政党相像是民进党，毋过社会希望改变，希望调整，还有希望呢，民进党进前有寡你讲哦，互大家加较。讨论到的这个代志，伊恐惊无法度，因为选举结束，吼，咱个家夫妇的动作拢无这个代志。其实选民是真正做希望有一个无共款的气氛，吼所以这是即道无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选举，互执政党其实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信息问题。林老师吼。因为小等马上赖清德咧召开到国际记者会啦，吼咱来进前知影讲，即个美国会在总统选出了后，就一个率领一个团队要来台湾，要甲当选的总统要来讲，这是日常，这是例行的这个代志呢，还是即摆选举因为国际性的这个注目真大，所以有加强这个战局，还是安怎讲？普通啊，就讲这个政党轮替，比如讲2000年陈水扁第一届来执政，所以这美国就派这个特使，唔惊来到台湾，原来去到中国，两个团体是无共款的，个2016年蔡英文，原来是政党轮替，原来是共款，原来有派特使，所以这届。即嘛，唔是讲完全清楚，甚至有2个特使团，一个来台北，一个去北京，不过因为咱总统的选举为1996年直接来选举已经第8届，所以咱原来有足济的经验，但是这届最重要就是讲，一个共款的政党有法度8党以后，阁有一个。4党的执政，这个是1996年以来的第一届啊，第12年啦，另外就是讲这个以这个立法院啦，这立法院甚至这个执政党
无法度有多数，这个过去有哪是共款，吼，所以看到差不多淡水边来执政的这站，这立法院吼有足多反对的力量，吼，但是就是讲对台湾来讲，对这届就是讲立法委员因2月7日就要开始因的职务，但是新的政府要到5月20，吼，伊这段时间变成新的政府。一寡的官员，吼，可能也搁咧敲锤当中，但是这个新的立法委员、新的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已经移下，已经有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所以对这个新的政府来讲，有哪是一种的挑战，不过唔是讲上大的挑战，因为都是民进党来执政。哦，这看起来是问题还阁无遐大，主要是大家拢注目讲是院长甲副院长有可能是对党甲对党合作啦吼。另外，我来请教着连院长吼，连院长，同款是国际性的这个问题吼，咱拢讲内政是这个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啦，但是即马民意团体已经内容已经改变了。那么虽然三党的这个候选人拢在选情拢讲，我要延续某种程度，要来延续到这个小，尤其是民众党要延续到小英的这个政策，哦。那么，但是即马上大党看起来应该是国民党。到底国民党敢会有这个压力？尤其选情讲到这个ECFA法，吼，中国啊开始要对ECFA法来讲做这其他的这个清单的这个禁止。你会预测讲这有啥物变化吗？我想吼，这总统的选举吼，我看民众也是对选举的结果看起来真清楚啦。选总统应该是国家大政方针伊的方向的一种选择啦。啊，你对这个执政党来讲，这个赖副总统这个候选人，伊已经真清楚伊是执政党的代表嘛，所以伊当然是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或者部分。所以这个时阵，大家也选。就感觉赖副总统伊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大家感觉是稳健的，是会使行较远的。啊，伊既然延续这个路线，大家对伊有信心，当然就有可能摕到较侪的迄个支持的部分。啊，即马国会看起来敢若执政党选了无遐好，啊，这就叫任何执政拢一定有伊的包袱啦，拢一定有伊的缺点啦。吼，啊，这问题就是讲伊这个包袱的缺点到底是偌大，还是讲民众感受的迄个程度到底是偌深来感觉？吼，所以较多进前的老师老讲啦，吼，那真清楚就是对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来讲，大家感觉这个方向是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对执政了后的一寡较实际的迄个议题，可能大家的看法都较无共款，所以。有这种看起来，选举敢若是执政党看起来摕到总统，但是伊的国会的议员，敢若看起来就敢若主持人讲的，敢若讲大败应该也是会使，因为敢若落迄个10处落足济，吼，这个部分。啊，讲到这个两化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ECFA法，我想国会议员上重要的职务就是监督行政的这个机关嘛，吼，行政单位，所以。执政党当然有伊的想法啦，但是伊要带这个议案要带这个会使过立法院也是足重要的，所以也会使伫咧立法院掌握到较侪诶议席的政党，当然伊有可能会使去主动这个行政想要通过的法案，但是为着这个行政甲立法的迄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尊重啦，我想。政治就是一种协商嘛，就是一个协调嘛，所以最后可能的，当然你法案要过，要伫咧立法院过，当然嘛是爱照即个伫咧即个立法院内底上大的党，还是讲上大党的联合的即个意思。啊，当然伊嘛无可能任何变成讲两边拢无法度照伊完全的意思，互相就必须爱落去谈判啦，爱妥协啦，无你的案你行政有你想要通过的。案，但是你到立法院，就这种主动啦。但照你安尼讲，我想赖总统今仔暗时应该是困袂去哦。我想像接资深的政治人物应该也袂啦，因为这个本来任何的这个议案本来就是需要互相
来听对方的即个立场是安怎安怎？我想大家拢是对台湾上好的利益嘛。但是有当一个迄个时阵的时阵，大家看法会无共款，但是互相了解，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对资深的政治人物来讲，我感觉应该这拢是政治谈判内底真正常的一部分啊。哦，这是真正常的一部分吼。咱来看。即马区域的立委吼，个个拢有个个的状况啦。即马伫线顶吼是高嘉瑜，伊在港澳啊，即摆失败。另外还有蔡碧如，咱先来听高嘉瑜伊的讲法。还是很感谢，就是一路以来就是很多相信我，然后支持我的人。那当然，这个选举结果确实是让人非常的难过，就是没有办法守住内湖南港这个关键的一席。那对我个人而言，当然我会深自的反省检讨，一定是我努力不够。那有这样子的结果，当然对我们来讲，对于内湖南港，其实长期以来这么多支持我的朋友，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抱歉，让大家失望。我想我还是对自己打出这样的成绩，我想我还是满意的啦吼。那尤其是在这里来到海线之后，我想受到卢秀燕市长、妈妈市长的一个强力的支持，以及在台中这个区域立委之间，我们互相的一个合作。F4里头，我想 F4加菜，那就上了3席。我想我们成绩应该是算很好。那但是在这里呢，我想我让大家失望了。那这个是我要深刻的检讨。那我也会再继续努力。咱他选到这2个选区吼，一个是吼绿营内面有分裂，吼。第一个呢，这蔡碧如呢，伊讲的就是标准的蓝白合。哦，他蔡老师也有讲到，其实有真侪投到郭文德的这个选民，伊在立委的战处一投吼，这个白色的候选人吼，这个现象唔单是伫台中。我在云林也看到这种现象吼，蔡老师你安怎解读？尤其若我看较远的时阵，这对卢秀燕来讲，可能有正面的意义哦。对，伊就是咧先演练伊的军队啊，吼，因为伊即马操兵，因为伊即马伊有讲过，到2026年以前，伊拢无爱入这内阁，伊的意思就是讲无爱落跑，吼，要做甲煞。吼，啊，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即几个台中市的这立委，吼，这话拢是伊牵起来，吼啊，少年的，吼啊，伊少年的，佮加上伊佮一直甲这个病营，这个蔡碧如女士甲辅选，吼啊，所以我感觉讲，这比做讲，因就是一个合作的模式伫遐啦，吼模式伫遐。但是我要讲的是安尼啦，吼，就讲这立法院的部分吼，因为要经过一个叫做党团协商，啊，这党团协商吼，有当时啊，迄个法案。会产生讲，民进党、国民党甲民众党拢有一寡意见伫内底，吼，毋是讲规个法案你拢会当照你的意思，无遐协商嘛。啊，若是足争议的、足重大的，你若无这样得手，你就是袂过，吼。啊，所以我感觉讲，未来的台湾的政治吼，伫这部分会有真大的变化。但是病营的力量吼，我是感觉讲，你看国民党摕个总统候选人，伊选出来开的票数，真正开了算袂歹啦。吼，啊，但是伊嘛是怨叹啦，吼，讲吼选举进程啥，那恁国民党一直要甲起步啦，这是伊足怨叹的所在啊，一直甲起步，所以这产生讲伊选举了后，是毋是就确定会交国民党合作？其实这足歹讲的，伊有可能就是讲啊好啊，我嘛无爱甲恁啥物人合作，我看议题，后来我要支持这个，我要支持迄，吼，啊，立法院长伊嘛讲过，尤锡坤嘛袂歹哦，哦，所以讲。这个赵少康副总统候选人伫选举之前就讲啊，讲吼，你千万唔好交迄个绿营夹做伙啊！宣誓讲我袂。啊，其实有人安尼要甲你气保，啊，佮甲你袂使去交别人做伙，哦，这是算迄个，这算迄个恐怖的精灵呐。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但是选举一定拢有因缘啦，吼啊，今仔过后了到底是安怎？其实我感觉吼，台湾的政治，这将来捌发生过少数的政府啦，啊，但是就是讲，因为未来到底伊要交啥物人夹，吼，这个民众党要交白色的力量要交啥物人夹，这会做变化足大啊。过去就是讲国亲，因就是拢夹做伙，吼，拢夹做伙。啊，当然，但对比总统迄阵是少数的政府嘛，伊嘛做甲真艰苦啦，吼。但是我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
因为咱无同意权的设计，所以讲吼，就算国民党甲民众党有过半数，伊嘛有可能吼，就是无法度，就是讲因要来做行政院长，这有可能就是吼，这要去看吼，这我的看法是辛老师吼，在你看这一次吼，白营伊在政党票摕了差不多21.93吼，实在讲，这对白蓝营来讲。伊希望看到的起步已经无发生。那么对着哪样来讲吼，进前讲了一寡话，即摆要甲伊合作，这个可能性，我想应该是降低啊吧。咱讲的南北的这个合作吼，我家己个人的看法是，基本上这是选举时阵吼的一个咱讲的一个想法吼，一个做法。即马选举了后，是毋是相像佮用南北来合作？恐惊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实际上呢，投互即个民众党的即个票，是毋是要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我看应该即内底抑阁是有即个无共款的所在。吼，因为支持民众党的即个票内底呢，有一部分，而且应该是袂少的一部分，其实是要反对国民党。所以民众党的票内底有反对国民党同反对民进党即两个部分。所以伫即个选举了后，咱若讲民众党是毋是阁会继续去同国民党，还是同即个民进党？一定会同某一党来合作，我看恐惊拢袂，因为伊家己已经做明显，经过即道的选举，已经做明显知影讲，伊的支持者主要就是反对两个大党，所以伊变成讲伊徛伫一个我无需要同任何一个人绑做伙，所以南北合即个即个话题应该即道选举结束了就差不多结束啊。哦，所以辛老师，你是认为讲，在即摆安尼选出来？柯文哲的这个行情应该是提互大家来请啊！你看我来选，我什么议题我跟你合作，我什么议题跟你合作。对，伊有做者算盘会当点吼，啊，毋过这有哪有一个足大的风险？因为毕竟就是讲，即个民众党，咱讲伊即个党规的即个咱讲，佮安怎讲有哪是咱讲一个人的政党，吼，到目前为止，吼，伊应该有的即个。政党爱有的即个规模吼，啊内底应该爱有的即个制度各方面，咱来看，其实拢抑搁伫足初期的即个阶段。民众党有法度继续发展落去无？我家己是感觉咱搁需要时间来观察。过去20几天，咱也看过袂少新的政党，伫拄啊出来的时阵，拢有即个看起来吼，拢气势拢袂歹，吼，拢讲阮的创造无共款的即个未来。而且呢，拢是算讲家己本身吼有即个足大的即个政治人物吼咧带头，比如讲李总统迄个时阵的台联吼，即个宋省长迄个时阵的即个亲民党吼，咱有看过足济，啊，佮包括现在佮包括时代力量吼，所以呢，新的政党伫拄啊出来的时阵，拢有一段时间，咱讲有一点仔像蜜月期。选民会有期待，吼，期待讲，这道是毋是有寡无共款的，咱会当寄望，吼。啊，即个郭市长伊即道的即个民众党呢，因为拄啊直接入去即个总统大选，吼，所以呢，我感觉拄啊有哪即个时机，啊，毋过过来，你即马选举结束啊，吼，过来呢一切的政治的运作，咱讲呢。变成是咱逐日咱讲吼柴米油盐的这款代志，日常的啦。对。好，咱即摆伫现场吼，柯文哲记者会，咱再度入来现场。这个我倒是很有把握，一定是很好啊。至于说选票，这也明白讲了，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好就有选票啊。你要问我，我觉得台北市长黄大洲做最好了，选也是选得很差。华视。主席还是要延续刚刚萍姐的问题哦，就是有关于林涛刚刚受访的时候有说过，他说其实很多民众期待政党轮替，但是就是因为黄珊珊公布了很多假民调，说只有民众党可以挑战成功赖清德，才会造成这一次没有办法政党轮替成功，你怎么看？这是一样的哦，其实这样，
理想的政党政治，理想的政治应该是每个人去选他最好的。所以一直觉得说台湾一定要脱离这种两极对抗的选举。还有一点我也明白讲了如果这种总统大选它的选举的主轴是被拉回那种统独意识形态，我现在都可以直接告诉你，一定是绿的赢。所以坦白讲如果有拉出一个，当这个选举的主轴不是被拉回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反而才有机会赢了。那一样的选举完输了，大家就开始找战乱。但是这个这样很诚恳的跟大家讲，最不要去怪谁做不好，所有的人都是柯文哲选的，柯文哲自己要承担最大责任。中天秉弘。中天提问，因为现在应该是3党都不过半的情况，那未来在国会上，民众党团这边会和国民党继续来谈会有合作吗？或者是跟民进党这边？那另外未来会支持韩国瑜选立法院长吗？态度是如何？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未来17天，你知道，整个台湾民众党是这样的既然我们立法院的党团我们中央党部还存在嘛，我们也有8名的新任的这种不分区立委嘛，很多事情也是要讨论，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台湾民众党在过去4年当中在立法院你看看，我们4年当中从来没有甲级动员过，这也是一个奇迹。这表示说，在绝大多数的状态下透过一个讨论，你知道，大家都可以找到共识。常常会讲说这个政治，然后就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有那种两难的局面，但是要跟大家讲95%以上，如果大家真的是按照我们的政治价值，你知道不要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不要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不要为了少数人利益牺牲多数人利益，然后正直诚信，然后民意专业价值。也就是说，当你把握一些政治价值的时候，其实在每一个议题对错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直接跟大家讲在未来时间里，既然台湾民众党要扮演一个关键少数，他就不会固定说要跟谁合作，要不然的话你怎么我是很不喜欢那一种在立法院投票还有那个党鞭，你知道，拿那个圈跟叉的牌子，你知道，然后那些在投票根本搞不清楚那一题是什么东西。台湾民众党不会这样干的，所以我们按照议题讲的有道理，我们都会支持；讲的没有道理，那为什么我要支持他？好，最后2题，中森伟宏。韩国有不大家看到这个柯文哲讲到有道理，我就赞成你；讲到无道理，我就无赞成你我要问林老师在因对国防政策对外交政策咱就看，譬如讲我出这题，这国民党的剑道拿应该是这摆真主体，真侪人拢真高票要入去国会第一，伊主张讲4个月就好，改转来做兵这1年改做4个月，伊可能会提这种物件。第二，伊可能主张克法，继续谈落去。老师，像这种情形之下，第一，柯文哲会做啥物选择？你较预测。第二，美国人会安怎想讲嘿，恁这人恁是安怎？毋是拢讲进前拢要甲我合作，要来维持着这个台海稳定，安怎都安怎？我毋知老师两位老师是安怎想林老师？这个4个月兵役这个无法度个改等于应该讲一档变成4个月，什么个要将一档改等这个就无啥物可能性咱知影今年1月都要为4个月都要开始。而且柯文哲因为知影伊的国防、伊的外交，伊做这都是支持蔡英文总统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以这个立法院，伊将来伊安那是不是当做院长还是副院长，这个也有足侪的变数因为唔惊这个台湾本身美国原来是安尼看佮即届我感觉介重要就是讲即届这个3党的总统的候选人，因以这个国防
甲外交，其实因是较接近啦，吼，毋是讲差足远啦，吼。所以咱能看头一包括即个侯友宜，吼，伊的即个头一所讲的，吼，原来有讲着足济东西，足实在的即个问题啊。所以即个国民党本身，伊可能有足济无共款的面貌，吼。即摆就是讲，伊即立法院内底，吼啊，立法院内底抑个一个就是真大即个变数啊。头一个讲即个恶化，吼，我感觉就是讲，可能对台湾来讲，吼，即个是爱马上去处理的代志，就是讲即个中国，即个北京，因为若是甲台北共款，甲台湾共款，都注意今仔即个下暗，即个开票的结果啊，吼。中国已经讲到，就是讲，伊有研究，已经有准备，对台湾以即个恶化内底部分的产业，比如讲即个汽车的零配件、纺织品，吼即个伊都有个准备，就是讲要考虑，要来取消对台湾过去即个关税优惠甲减让，所以即个是我感觉是即个新的政府。可能爱马上去面对。马上想吼，即马上吼，赖清德就开了记者会，咱来看这个国际记者会又要讲什么？共同写下了民主的新页，并向世界展现了对民主体制的珍惜，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坚持。I want to thank the Taiwanese people for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our democracy. We have shown the world how much we cherish our democracy. This is our unwavering commitment. 我要感谢两位对手所展现的民主风度。我刚刚也分别接受了他们恭贺的电话。我也要恭喜他们所领导的政党在国会席次中的斩获，期待未来能够为国家团结合作。I want to thank the other two candidates for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I just received their phone calls and accepted their congratulations.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parties they represent for increasing their number of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in unity for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作为2024世界大选年最瞩目的第一场大选，台湾缔造了民主阵营的第一场胜利。As one of the first and most highly anticipated elections of 2024, Taiwan has achieved a victory for 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这场胜利有3个重大的意义。We see today's results as having 3 main points of significance. 第一个意义，台湾告诉全世界，在民主和威权之间，我们选择站在民主这一边。中华民国台湾会继续和国际民主盟友并肩同行。First, we are tell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we will stand on the side of democrac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walk side by side with democrac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第二个意义，台湾人民用行动成功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总统自己选。Second, through our actions,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successfully resisted efforts from external forces to influence this election. We trust that only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president. 第3个意义，在3组候选人中，赖萧配得到最多的支持，代表国家会继续走在正确的路上，不会转向，更不会走回头路。Third, in between 3 groups of candidates, we received the most support, meaning that the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walk on the right path forward. We will not turn around or look backwards. 我们要感谢蔡英文总统
和执政团队的伙伴们8年来尽心尽力，为台湾的改革与建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We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sai and the entire governing team for their unfaltering efforts over the past 8 years.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aiwan'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赖清德和萧美琴将在这个基础上加倍努力，让国家稳健前行，让人民过好日子。On this foundation, Xiaobi Kim and myself, we will work even harder to move the country steadily forward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然而，在国会选举，民进党没有维持过半的席次，这代表我们努力不够，的确有要虚心检讨的地方。On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DPP did not hold on to a majority. This means that we did not work hard enough, and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must humbly review and look back on. 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和有效力的制衡。这新的民意，我们充分理解，完全尊重。The elections have told us that the people expect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s well as strong checks and balances. We fully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se opinions from the public. 面对新的国会结构，台湾必须走向沟通、协商、参与、合作的政治。我要在此表达：第一，我会深入研议2位对手的政见和主张，只要是福国利民、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我都会纳入施政方针。As for the new structure of the legislature, Taiwan must build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As a result, I hereby declare, first, I will carefully study the policies and positions of my 2 electoral opponents, as long as they bring benefit to the people and further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y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my policy framework. 第二，未来的人事布局，我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不分党派，用人为才，也欢迎各界推荐专业人才，一起为国家发展来努力。Second, in terms of personnel appointments, I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a democratic alliance by bringing in talent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We will welcome recommendations from a variety of professional fields to work together for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第三，未来的施政，各党派有共识的议题，我们优先处理；还没有共识，也没有急迫性的，让我们搁置争议，持续沟通。Third, in terms of future governance, we will prioritize issues that have consensu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n issues that have not yet reached consensus and are not urgent, we will work to set aside differences while maintaining clear lines of communication. 第四，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例如劳保、健保的财务永续，我会建立政策沟通平台，来扩大讨论基础，广纳民意参与，跨越政党鸿沟，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Fourth, for major issues that must be resolved with urgency, such as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labor and health insurance or our energy transition, we will use national conferences or other forms of policy platforms to expand the basis for discussion, invite public participation, bridge political divides, and build consensus in society. 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我担任总统的重要使命。我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围堵，对话取代对抗，自信地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达到和平共荣的目标。然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我也有守护台湾的决心。As President, I have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democratic and free constitutional order in a manner that is balanced and maintains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dignity and parity, we will use exchanges to replace obstructionism, dialogue to replace confrontation, and confidently pursu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is furthers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achieves our objective of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lso determined to safeguard Taiwan from continuing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from China. 我要再次感谢台湾人民选择了赖萧配，我们深感荣幸，也必定全力以赴，不辜负所托。Finally, I want to again thank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are honored that you choose Lai Ching-te and Xiaobi Kim, and we will strive to uphold this responsibility. 选举已经结束，所有选战中的冲突和激情应该要到此为止。2300万人民都是一家人，让我们继续携手团结合作，推动国家继续往前。谢谢大家。The elections have concluded today. All the conflicts and passions that were expressed during the campaign should also come to an end.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are all one big family. Let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with unity in order to move this country forward. Thank you. 这是胜选之后的第一场记者会，稍后我们要邀请提问的媒体能够先举手之后表达自己所属的。咱他听了真长的这个记者会哈，尤其对着外国记者所发表，我首先要请这个院长，他所听起来哈，我听起来是怀疑叫做四平八稳啦吼，该讲的拢讲，无该讲的啦无讲啦吼，是不是安尼？还是讲院长你有听出特别的这个意思伫？我想吼，这个未来赖总统吼，伫个记者会当中，伊既然是国际记者会吼，伊头个讲的前3点拢是国际，尤其是国际媒体最关心的。伊第一点讲，伊即届伊的赢是代表民主甲威权的选择。既然是伊赢，代表讲伊所代表的即个民主的路线，今仔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第二，伊讲。即届的胜利就是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这真清楚。伫咧过去咱选举的前1-2礼拜，拢听到什么介选啦，不管是有实际的证据，还是讲风声，不管是安怎就是讲即个足济迄个案例，大家拢有听到。但是即届赖总统讲伊的即个胜利，代表就是讲台湾人民用选票来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因为安尼应用伊用一句话讲嘛，咱台湾人民总统家己选嘛，咱家己选咱家己心目中正确的讲的第三点就是伊的甲国际媒体讲伊的路线的延续即马现任的蔡总统的即个路线，所以这拢是国际。不管是国际外国的政府，还是外国的媒体所关心的，上重要是你。要来坐这个总统这个位当中，你的大政方针，你的方向到底是安怎？这讲啊真清楚哈。过来就是5点嘛一个就是较细，但这拢是一般伫个民主社会当中，就是讲咱即摆学的拢是一寡西方的政治这个部分就是讲较符合因爱听的。第一就是伊的入这个对手这个好的这个证件这会主张这基本上就是。
如果是伊个讲的时阵，伊会讲啊，伊接到即个两个即个其他的候选人的电话，吼，这拢是伫咧即个西方政治内底，嘿，正常的啦。嘿，你讲因听有，因感觉这就是讲咱台湾民主愈来愈成熟了后，有即个有即个激动吼，即其实听对西方的迄个观众朋友听啊，拢是真正常的，感觉这咱有。交这个西方的这个标准一致，对，到迄个民主的这个程度，吼，成熟的迄个程度已经有啊，吼，啊，过来就是伊就讲的，讲伊即个人事，这大家会关心的吼，伊民主大联盟，这当然是一个 term 啦，吼，一个名词，但是这会使去讲，但是最重要，伊甲这个未来的这个大联盟，讲做是一个民主的大联盟，意思讲只要是赞同伊的这个。主张的理论上，伫咧人事这个部分，拢会使下入来。啊，这就范围足快啦，这就是事后要看要安怎来解说。过来想啊啦吼。对啊，有共识的，第三就是有共识的先处理，无共识的，咱就较老尾也是讲会使来这个讨论吼，这个代表伊的民主的迄个心声嘛吼，就是讲咱要有共识，咱就先处理掉，啊无我也袂硬要过啦。啊，事实上因为无过半，讲爱安尼讲嘛，对无？这是事实。老师，你讲我讲。对啊，这是一种事实啦，这是政治的事实。我刚刚就讲，我讲对资深这个资深的政治人物来讲，伊这种这是真正常。这政治这个部分要安怎比互相会使这个让步，这种是真正常。未来这就是政治的一部分。较多头前的几位老师嘛，拢有讲到这个问题。这本来未来的政治这个要运作这个方面，可能较过去小可较无共款。那这就是未来新的政治嘛。咱大家拢爱都爱真清楚，爱习惯吼，这个互相三党拢无过半时阵，要安怎来处理这件代志啊？过来就是伊特别讲啊，伊可能困难的代志啊，先来处理，尤其伊特别提。讲出这个劳保甲健保吼，这代表讲在伊的心目中，这个可能优先的处理，要安怎处理啊？当然，伊较早已经讲啊，这个这个有共识的优先处理啦，吼啊，这看起来这件代志，敢若要安怎有共识吼？可能大家爱小讨论，但是伊认为这是重要的代志。小咱内政的部分，咱再来讲，先要这个林老师来看，你看到迄个国际记者会吼，其实。敢有讲到真马上讲，大家马上会看到一个结果，应该是无啦吼。但是对着伊的表现连续，就在选前有国际记者会，选后国际记者会吼，这个情形乃至到讲美国马上要来，你有产生什么联想，还是讲你的意料讲因会安怎来做？头这最重要就是讲要维持这个现状啊，吼。啊，个另外伊有提到讲中华民国的宪法，吼，啊，又若讲这个来处理两化的事务，吼，所以这个东西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我讲这个是对国际社会来讲是一种安定的作用，吼。啊，另外对北京来讲，原来是共款，吼，我讲北京原来是对台湾，吼，做关心嘛。吼有界限但是阮有足济的压力。但是咱看起头这赖清德这总统的当选人，伊原来讲，最重要来讲，爱处理这个两化的关系。这两化关系就是讲有外交，佮有国防。虽然讲头这无讲啊真深入吧，不过就是讲，这届的总统的选举，我讲对台湾上重要就是讲。三党啊，以这个国防甲外交，我讲总统这个参选人本身呐，咱们讲政党，就是讲有足济就有共识，吼较无共识的部分就是讲安怎甲这个中国大陆安怎来接触安怎来协商，这个就有共款当希望要和平但是。安那的路线，这有足大的无共款。有对桥咯吼。好，咱来看一个最新的现场吼，这是在高雄吼，会使讲是临时上阵的5节吼胜选，那么在这个新北市的10指赖品如要寻求连任失败，咱来听因两人讲话。
第6选区，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因为这70天的选举真的很不容易，根本是政治史上没有发生过70天内要选一个立委，但是我们高雄第6选区所有的乡亲，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完成这个历史的时刻，让黄捷顺利来当选，谢谢。在这里跟大家致歉，是我不够努力，所以没有成功的赢得这场选战。那在这里也祝福我的对手廖先祥先生进入立法院了之后，能够好好的为乡亲做建设。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金山、万里、瑞芳、平溪、双溪、贡寮对于品妤的大力支持跟肯定。那另外也要特别感谢在汐止支持品妤一路走来支持品妤的乡亲。那我想这只是一场选举，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继续去努力。所以在这里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人，那也期待我们新北市第12选区未来可以更好。咱来特别选这两个人吼，伊的选后的这个发表吼，因两个人共同的背景就是太阳花。太阳花世代在这一摆吼，咱来看黄捷伊选调吼，那么另外罗品如寻求连任失败，吼，这罗品如。那么另外还有在台北市第6选区挑战罗志强的这个苗碰啊，吼苗碰啊，伊失败，吼。那么在中和声势真悬、声量真悬的吴征嘛失败，输了万几票，吼。当然每一个人吼失败这个原因吼，拢无共款啦。比如讲，这张志伦，我所知啊，张志伦伊是逐工老人会，有人要出车，伊早起6点半就是去上车，吼。逐工4年来就安尼经营，体育会啊、基层，包括着这个罗品如的这个对手廖先祥啊。虽然有这个违章建筑啦，有这个停车场的争议，但是罗品如有得到这个婚霸小公主的这个名，吼，伊来失败。那么其他5配1在艋舺中正又选掉，吼。所以哦，太阳花世代是讲100。老师你安怎看？这太阳花世代乃至到讲迄阵时，艾克法在立法院去用动落来，这个世代的意义，这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咯。老师安怎看？是啊，但是太阳花的世代内底有真侪是去病啊，伊少年的啊，伊去病啊，但是就是讲，是毋是伊伫投票的选择，就伫这个新北市这个吼廖品如这个。有可能是毋是有部分伊的对手接受到病的选票啦？吼，这当然爱去调查，是毋是遐少年票有部分灌对伊遐去啊？无照你讲，伊伫即个万里，这是赖清德的本家呢。吼，赖清德伫新北嘛选了袂歹，吼，所以虽然讲无法度派即个廖品如会当调，吼，这是我感觉较疑问的所在啦。伫高雄吼，当然就是讲，因为迄个过去即个。候选人，立委候选人出代志，吼，当然伊即届有一直帮赞着即个黄捷，伊有讲，吼，伊头到感谢当选的感言内底，伊就有讲啊，讲感谢，吼，过去即个现任的立委，吼，伊甲帮赞，伊甲斗骹手，互伊伫高雄即个所在，伊就有法度马上来接手，吼，马上接手，有法度战赢即个算讲真强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吼。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哦，选举有当时啊，就是你若无开出来有当时啊，你嘛真歹讲，到底是会赢。当然，
你会拍对手的缺点啦，吼，因为这一对一的一定是对手有啥物看旁，你拢会甲掠出来，拢出来，你就甲压出来嘛。但是问题是讲，安尼是毋是安尼就会赢？袂嘛，你看国民党过去咧拍啥？偌清着因的老家啊，吼，这公寮啊，这安那一直去拍，结果迄阵我甲看迄个民调差10%呢，拍迄个议题了，结果伊交侯友宜的民调是差10%呢，吼，当然这个选举。毋是讲干那即个议题决定所有的啦，吼，包括其他的拢有但是高雄你也看，拢选了袂歹，吼，迄是一个八仙过海，嘿，即个大环境，高雄的大环境，若伫新北市就佫无一定啊，吼，我是感觉就是讲吼，选举趣味嘛是安尼。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太阳花世代有赢有输，无应该来解读讲即个趋势已经过去，大家已经淡忘掉即个埃克法当年对着台湾。动落来，这个事迹吗？是啊，就是讲，伊迄个军将已经有分配啊，有分配啊，变老啊，有可能就是讲，因的想法无共款，有可能讲民进党有做了无好的所在，吼，产生讲，因拢。所以我即马否定你，并毋是否定迄阵时的太阳花，不，迄阵大家会看会清楚到底迄个埃克法有啥物影响嘛？而且国民党嘛，佮讲，伊若当选，伊要继续佮杀埃克法呢，吼，要个人。哦，要搁入来，吼，这种有的问题，其实会足复杂的原因，就是讲，这个国民党主席参选啊。其实你简单讲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交咱安尼，咱解说讲，是安那台中，还是讲新北市这无法度，吼，你民进党就是无大加45，还是甚至50以上，所以你袂调啊。老师安怎看？无管是毋是太阳花吼。佮安那讲，迄是10当前的代志。吼，这个人呢，你今仔行政治，也行这样侪当啊，吼。所以呢，你这10当以来，你家己有进步无？吼，这是这一方面是候选人家己本身伊的素质，吼，伊家己本身有拍拼，这是一点。吼，另外呢，选举本来就是有足侪因素，包括讲是毋是有人甲你牵绳，吼，你伫基站，是毋是有？你讲有其他最重要的这个资源会当入来，吼，不管咱讲是这个金钱也好，吼，还是人脉也好，吼，搁有呢，为人的声势悬，吼，为人加较敢创作话题，吼，就会互选民加较有机会去熟悉伊，去看到伊，吼，为人呢，可能普通时就是加较做代志，毋是讲吼伫台面上，互大家安尼一直看到伊，自然呢，你的名声就会加较无遐尼济。好，无互遐尼侪人去讨论。好，所以无管伊是毋是太阳花的迄个时阵出来的，若讲到即马，抑搁你讲因迄个时阵的即个太阳花的背景，我感觉咱的民主个无进步啊。所以老师认为讲，选民的选择时，其实完全无咧在乎讲，你过去是因为做这做迄，我就是看你之前，还是你未来要做啥物。我来给你做选择。因为迄当阵参加太阳花的时阵，因已经得到机会。好，你即马你有遮尔侪当，你会当表现，你会当贡献，安尼你有做出来你应该爱做的无？所以若讲因为伊是太阳花，所以过来呢，你会当食即个太阳花，互你的即个政治饭食一世人，安尼嘛是上好做啊，对不对？好是啦，这当然啦，但我的意思是讲，即个潮流是毋是提去？即个提去了后，社会一个趋势。对着这个埃克法有另外一种看法，是毋是有这个意向？尤其在选前吼，在去年的12月，我会记是26号，伊就开始中国就开始甲你讲哦，我这个石化业总共有9种行业，我要甲你禁止，吼，我要甲你这个清单拢来收起来，要开始甲你抽重税，讲你是反倾销，吼，另外在应该是2天进前。伊嘛讲甲你预告，讲我要开始来做吼，我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中国安尼做，当然这牵涉到这个咱甲因的这贸易关系吼，嘛有真侪经济学者吼，总体经济学者就讲，其实是无啥物影响啊，咱已经刷到差不多，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讲，佫唔知咯，这70%哦，43%是甲伊咧做生意，但是其中的75%内面，拢是咱的电子零件加 IC 加即个相关的即个产业，毋知是向客向啊。即刷落来即种辩论，敢有可能搁再在国会，搁再一再来讨论呢？因为我看这真侪主战派吼，国民党主战派拢入去到国会去哦。
这个是有足大的可能性啊，吼，因为这个你无过半，吼，头一个柯文哲有讲啊足清楚，就是讲伊唔是讲有一个总嘅立场，就讲要甲国民党合作，伊要看这个无共款的议题啊，吼，伊这个无共款的议题内底，我感觉这个是一种台湾以后伊立法院爱做处理的一寡代志。咱看见这个农渔产品，中国有在考虑啊，伊有考虑，伊若有可能就是讲，这差异化的待遇啊，你一寡这个比如讲南部还是东部的农民，你是不是向中国来注册，咱就看见就是讲，这个石化业要你十几项，大成来取消这个优惠待遇的关税，过等你这石斑鱼能够恢复，所以对中国来讲就是讲，伊有足济就是讲政策的工具啊，咱虽然讲他就讲就是讲是唔是这个数目啊对台湾的影响，但是对台湾影响，我讲是农渔、纺织品，还有机械业。汽车零配件，这个是都对台湾足济产业，有足大影响。对立法院来讲，这个是因新的一个议题，这个新的议题有法度来比如讲来互政府有较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中国就是讲以这个爱看这部分啦，我感觉是上有可能，一个后一步对台湾对新的政府。但是，咱阮爱知影就是讲，为今仔日下暗到5月20，同款是这蔡英文总统，所以啊，恁讲对蔡总统来讲，伊应该是有足济爱去因应一寡为中国来互台湾的压力，另外就是讲，虽然有一个新的总统的当选人，但是伊抑个毋是讲完全100%会将啊。会准备还是讲因为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是共款一个政府，所以有足济的幕僚足具体安那去应用的，我们爱靠蔡英文总统伊会当吸收较大的责任，这个是应该的因为台湾这个毋是正统的论题，按讲是正统的论题，我感觉是对认为一个新的。总统的当选人都是足大的挑战，这是安尼看啊。林老师，你安尼看讲，虽然是继续着小英的路线，但是你也观察咱嘛知影讲，赖清德副手是萧美琴，那么是毋是以后在外交的路线，在国际上，你感觉因两个有啥物无共吗？虽然伊直讲，我会继续伊的路线，袂行回头路，袂安怎？但有当时伊可能会去收迄站去看卖，还是安怎？你感觉有这种可能性无？我想未来的萧副总统，因为伊是驻美的大使嘛，伊对国际的情形真了解啦。即摆我想伊上大的功能应该是替即个未来的即个赖总统，还是伊的所带领的即个政府来向国际说明所谓的政策，伊想要。达成的迄个目标啦，当然，有当家有一寡政策可能，西方的无啥了解，甚至也阁有可能是一时也阁无法度接受的，但是就需要有一个较了解即个西方政治运作，了解即个国际政治的人，也伊是副手嘛，副总统，我想伊应该是发挥这种功能啦，这种功能。未来伊上爱解说，因为都是两岸的这个关系嘛，我想这台湾的这个两岸的关系，应该是国际包括美国上关心的这个代志嘛，所以未来赖总统的团队是要安怎来这个进行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我想需要可能进前的需要交这个。我会安尼问是因为赖副总统伫台南市长的时阵，伊其实是
该硬的时阵，伊是重硬哦，拒绝入去议会内面安全都安全哦。啊，虽然咱后来伊去做行政院长的时阵，无看到安尼啦吼，但是真侪人咧讲，赖副总统是毋是就任总统了后，这风格啊，会阁刷转去到这台南市长迄种情形？就是那主持人讲的，这就是需要较需要发生，当然就需要有一个了解的人爱去。西方会当解说讲啊，即马是安怎会有即种坚持啊？哦，在这个部分，那当然西方啊，了解啊接受啊，这个无问题。但是西方那感觉讲，尤其是两岸，其实你内政就较无要紧。你啊，伫咧两岸关系内底啊，你的主张交美国，还是讲西方的这个利益，还是讲因的想法无啥共款的时阵，那压力足大的时阵，可能就爱做一寡调整啦。啊，这就是伊的。这个伊是选一个副手，是了解国际关系。我想对台湾来讲，应该是真好一件代志。伊敢若是一种那个去试探、去试探，也是讲去解说，解说也无法度说服你的这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啊，西方又强硬讲，你这个政策可能爱需要去做一寡思考的时阵，啊，伊嘛会使正清楚的甲。这个未来赖总统的这个团队，甚至赖总统本人来解说，讲是安怎西方对这个政策可能希望咱来个小思考一下。我想这个角色是足重要的。好，这是咱看到吼未来的国际关系啊。虽然咱转来到国内吼，那我有观察到咱这摆吼，立法委员选举当中真侪家族、真侪派系、游玩个选调。虽然传出了真侪这个弊端啊，譬如讲，咱咧讲的这个马文君，伊游玩是选到赢了对手万几票，哦，譬如讲，这个中华传出了这个真歹的名声的这个宜丰百货公司啊，假宜丰，伊嘛是赢，哦啊，譬如讲，伫云林海线老将苏志芬，伊就输互张家的这个代理人呐。丁学忠，这丁学忠本队是虎尾镇的镇长之一啊，那嘛是输吼，这个嘛是赢了苏志芬哦，赢了3000票，吼。那么真侪地方的派系，包括林静怡的对手，吼，颜宽恒，哦，这摆个赢到可能前2摆票拢甲赢转来。洪明凯，伊某种程度嘛是新北市的派系甲家族，吼。老师，你安怎看？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派系啊，尤其甲家族，我会使讲吼，咱也莫讲白菜话，这内面呢真侪，伊本身就是安尼，是民进党永远都选袂赢这种家族派系，也是民进党在策略上，也是讲在过去的人才培养顶头，对着组织的物件，其实亲像赖品如伊的对手廖先祥。伊嘛是实际的世家，处理这个老议员，因老爸做议员做20几档啊，吼，所以真歹拍，对着因来讲真歹拍。老师你安怎看？对，其实就是讲过去吼，国民党咧经营这个地方的选举吼，地方的服务是真强啦。比如讲吼，找头路的啦，吼，啊是讲迄个拜托挑代志的啦，啊甚至讲引起迄个这社区的活动吼，一般的行情价因拢会。比迄个行情更加加一倍啊！吼，当然毋是选举期间的时阵，因要讲偌济，迄就是因自由意愿。但是去吼做足侪人情的啊，吼啊因安尼人情，即4档内底，因做这人情，因迄是个人的嘛。我有啥物问题，啊你甲我解决，我当然嘛会听你啊，吼啊！但是民进党会当做的是啥？民进党无法度去做这，会当敢若讲啊无，等伫中央带一寡建设倒来，吼啊来起迄个起路，吼造桥铺路，吼啊装电火。问题这有的人，这毋是阮兜的问题啊，这是公共的事务啦。所以有当时讲，伊咧拍这个时阵吼，你讲我带领着啥物吼建设倒来，啥物预算倒来啦，无毋对。但是伊个人的问题，你无法度。所以伊这吼西瓜皮吼，夹到做暗的啊。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平常时啊，伊就是种服务甲足周到的啊。所以马文君不管伊伫电视，不管民进党安怎甲讲伊的代志。结果你看这选举出来，伊这真正地方因经营才作用的啊！吼，啊，民众的部分有人就是讲吼，我来去经营迄，但是迄若有迄个
嘛无讲完全违法，啊嘛无讲完全讲安尼，意思讲伫咧中间路线迄个代志，有当时有诶民进党诶候选人讲啊，我无爱做迄。吼，你知影社会毋是干那乌甲白啊，有迄个铺啊色诶啊，吼，啊你这铺啊色诶物件，有诶人因特别去做啊，我莫讲一定是国民党诶啦，吼，但是因家族安尼一直经营诶话，伊迄吼服务诶范围足宽诶，啊你侵去一个民进党一个医生，一个形象遮好诶，嘛是选输因尴尬。吼，我感觉讲台湾诶政治诶部分就是即个部分啦，吼，这边那迄落就是讲，你着爱继续吼。甲选民教育，吼啊，当然吼，你嘛毋是完全都无做服务，你嘛袂调啦，吼。我感觉讲你若大家拢伫国会问政府，啊，你真正声势足好诶，啊，你足够讲话，但是你地方就怎你就是无法度啊，吼，你拄着迄地方诶遐个人事，吼，遐个士绅，啊是因就是无法度经营遮个，吼，啊，所以政治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以后是毋是会慢慢改变，咱能够继续观察。咱即摆来现场来听蔡英文总统。来到竞选总部发表言论。谢谢各位关心台湾、关心2024年这场总统大选的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我要以总统的身份。恭喜赖清德副总统顺利当选。同时，我也要向另外2组在选战中奋战不懈的候选人表达敬佩之意。他们为这场选战付出很多，也提出了许多对国家发展宝贵的意见。我要谢谢他们的努力，而这场选举就是台湾民主生命力的展现。我要感谢全体台湾人民，我们再一次共同完成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场选战。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这就是我们共同珍惜的民主生活方式。如同每一次的选举，这次选战里，凸显了台湾社会有一些议题上的分歧，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关切和看法。我期待在未来，包括我剩下的任期内，以及未来新任总统，能够启动跟在野政党、社会各界的各项沟通，让选举的结束成为我们共同面对挑战、化解分歧的开始。在这里，我要谢谢全体的公务同仁坚守岗位，以及所有参与选务的工作辛苦的同仁，因为有你们，这场大选才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时此刻，全球都在注目台湾的这场选举，我要特别谢谢所有的外交人员，因为有他们，世界才能零时差的掌握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正确的讯息和立场，也看到我们民主的价值。谢谢。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们的国军将士、警校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坚守岗位，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的稳定，我们才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一次的选举。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接下来，我也要跟现场的朋友们说，经过这场选举，我们一起向世界证明，再多的挑战，再多的压力，都无法打击我们对民主的坚定信心，更不会放弃对自由、对家园的热爱。我要谢谢大家8年来不离不弃的支持，和我们一起走到这里。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更好的台湾，对此我衷心感激，谢谢。今天选举的结果，台湾人民选择
民进党继续执政。我们走向世界的路，我们身为执政党，必须要稳健前进，同时也让台湾更加的坚韧。而同时，这一次的选举，大家也选择了一个必须有更多的朝野对话合作的国会。这告诉我们，有许多过去的施政有不尽周延，或者社会了解不够的地方，都需要更尽力的去跟社会沟通。身为执政党，未来我们也应该主动的走出去，倾听、团结、凝聚最大的共识，让国家继续前进。选举期间，谢谢。选举期间，各种对于国家发展的不同的思考，对于各项重大政策的想法和辩论，选举之后都可以是执政团队最珍贵的参考，也可以是朝野共同集思广益的起点。在场的各位，以及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选举结束就是团结的开始。今天，无论你把票投给谁，你支持的候选人是不是当选，民主台湾都因为你我的决定，再向前迈进了一步。咱可能是上好一摆，咱听到蔡英文总统的这种过去咱头一摆听的时候，感觉这个蔡英文总统讲话真这个文化青年呐，这可能是上好一摆要对大家来讲话哦。我就来请教着辛老师辛老师，他拄啊，这个蔡英文所讲的这种物件，伊其实有点着，讲我也许这4年当中，可能甲民众沟通无够的所在包括整个这个选举真侪咱的新闻的评论员啊讲，这一摆的选举完全拢无主轴啦，都唔知咧拍啥物啦，你拍恁兜的厝、恁兜的土地啊尔啦，其他拢无讲到这个政见。无就讲到你过去这个民进党执政4党、8党的这个弊案、供电啊，什么。老师，你有认为讲这种负面的选举有可能改变吗？还是讲这事实上这就是民主国家选战拢是安尼？咱有可能达得更较好的选战吗？咱当然拢会希望代志会个愈来愈好，对不对？毋过咱若讲以台湾民主，咱讲实际差不多，咱为开始咱民主化到即马，咱的时间其实无长，若讲以咱家己咱开始安尼选举，咱民主化以后选举到即马30几冬，我感觉咱其实做了袂歹。负面的即个议题，坦白讲。每一个国家，你这办选举的时阵，拢会发生。当然呢，咱会希望讲，大家尽量加咱的时间空淡，真正去讨论政见。这是咱一定会安尼忙啦，毋过呢，这世界的代志就是安尼啊，世间的代志就是无可能互你100%好的啊。所有世间的代志就是一定是好的内底，咱一定爱有寡付出的这个成本。所以负面的议题，当时啊，会当互咱去帮助咱去观察，比如讲每一个候选人伊的反应，还是讲每一个即个候选团队呢，因遇到即个危机的时阵，因是安怎应对？这咱选民有当为这个角度来观察。这是我家己的一点建议。咱讲咱希望讲每一场选举拢总是即个谈论即个政见，可能大家有会感觉足无聊哦。但是咱知影讲像日本啊，因的选举是定点定时才有通举办，来讲的就煞，无像咱唱歌、跳舞创这后面的背景音乐个推塞你的情绪啦这。在国外的这个民主选举当中，其实咱台湾创造了一种家己的选举的文化所以我要请教到林老师咱真正这整个选举当中，如何互观众朋友或者是讲阅听者，会当讲真正来，敢若西方世界安尼，对着这个民主社会认知，但是咱也知影西方世界民主投票，其实投票率真低呢。
有当时倒咧足几下，有倒袂出来，亲像巴黎、亲像法国共款呢。老师安怎看？头先有讲到就是讲，即届咱看见即个三党的总统的团队吼，美德赢台湾，我感觉即个是一句足好吼，美德吼，咱做人爱美德，一个国家爱有公义，爱有谦卑，哦，爱有公义啊，所以可批keep promise， 你所讲的话，你爱做会到，保持承诺，吼，你做会到。就是讲，我即届看着就是讲，第三党就是足大一个对台湾来讲，以后一个足大的意义啊，吼。咱知影就是讲，即个2014年这个太阳花学运，吼，即阵两党以后，2016就开始有即个时代力量，吼。但是这个时代力量，咱看起来讲，即届伊的即个政党。伊16个政党内底，差不多是2.55左右啊，吼，就是讲其他政党都是比这个更较低啊，无过3%啦。但是我感觉这个柯文哲，伊所带领这台湾民众党，我感应该是会当行出一条无共款的道路，吼。我感今年按讲这个议案要检讨的，吼，我感国民党爱有足大的检讨的空间啦，吼，就是讲，对民进党，伊应该就是讲有足大的鼓舞，吼，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讲有法度拍过去为1996年以来规律12党的执政，这个是唔惊以这台湾，以这个美国的足少有例子啊，吼，会当来比较吼，所以对于民进党虽然讲以这个国会无过半，但是过去就有这种例子啊，吼。即马我就是讲，较惊就是讲立法院是毋是无过半以后，变做以这个两化关系内底，伊有家己一条的路线，有家这个北京，还是加中国大陆。有家己来接触，但是咱知影就讲，过去就是讲，即几档有即个国安无法反渗透法，所以阮对即个两化关系即个协议还是交涉，阮有足济即个民意的压力啊，所以我讲即个选举对台湾来讲伊有足大的重要性，对北京来讲。伊就完全都知影，你过去差不多4档，对台湾文攻武吓啊，吼，即个假信息，但是阮无法度来阻挡即个民进党以即个行政部门，我感即届选举最重要，阮是即个总统本身，即个立法院，阮是最重要无毋对，但是最重要，全世界看到即个政府要安那个继续来行。过去8档所采取的路线是，咱即摆再度入到现场来听这个新任要就任的赖总统伊的发言。冲突，但随着选举结束，这一切都已经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的开始。大家说对不对？我将建立开放政府。公开透明，并推动沟通、协商、参与、合作的政治。团结包容是国家进步、社会和谐唯一的道路。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共有的认同，对不对？此刻，我的心中充满无限的感谢。我要感谢投票给我的支持者，坚持到底。特别是返乡投票的朋友们，还有远从海外飞回来投票的朋友，你们都是这场胜选的无名英雄，感谢你们。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焦急，这么担心。今天晚上，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微笑回家，好好睡个觉，好不好？好不好？我也要谢谢没有投票给我的台湾人民，一直以来对民进党的鞭策，你们的意见我们也都听见了。这次国会选举，民进党席次不如预期，这代表我们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也期待有效力的制衡。我们会诚实面对新民意，时时警惕，稳稳地踏出每一步，好不好？好不好？我要谢谢，再一次的谢谢，跟蔡总统一样的谢谢军公教、警消同仁和辛苦的选务人员，坚守岗位，共同完成了一场公平顺利的民主选举。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们的辛苦，好不好？国家的运作，过去是依靠你们才有丰硕的成果，未来的发展要继续依靠大家的专业，共同来为人民打拼。谢谢你们为国家的付出，谢谢你们，谢谢。我也要谢谢竞选团队所有工作人员，要打赢一场选战，是所有人力量的汇集。各位伙伴，你们真的辛苦了。不过这场选举，民进党有得也有失，国会的选举不如预期，我们还是要检讨反省，必须要把原因找出来，继续深耕。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一定要做最能回应民意的政党，好不好？好不好？我也要感谢所有民主大联盟的候选人，在各地奋战到底，争取胜利。恭喜成功者，也勉励未能如愿者。深耕基层，我们大家再接再厉。我也要感谢我的竞选搭档美琴，我们给她一个热烈掌声。我很抱歉打乱了你的人生规划，但我更要感谢您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我很期待在未来4年和你一起并肩作战，继续为我们深爱的台湾打拼，好不好？好不好？我更要感谢陈建仁院长和他领导的行政团队，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热烈掌声。在这1年来，在风雨中扛起了莫大的责任，稳定政局。还有，我们要感谢苏贞昌前院长护国4年，在蔡总统任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你们2位，就没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大家再给他们2位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一个人，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带领了我们8年的蔡英文总统。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掌声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咱看到这个现场吼，真热情，但是无激情啦吼。这对大家来讲吼，虽然心中吼感觉胜算，
但是你会当看到咧现场哦，无迄种胜选的即个真喜悦的即个情形，因为大家都心肝头就知影讲未来的挑战。但是这未来的挑战毋那是内政利益啦，咱头仔两位老师啊讲到讲，艾克法内政，伊可能在立法院即个民进党以外的势力，包括着民众党嘛，有可能在某一寡议题，甲国民党来合作，甚至对着中国开始产生着第二管道的即个外交行为，或者是甲因的即个谈判的即个行为，老师你安怎看？我想吼，即个情形吼，虽然大家看起来，敢若是执政吼，即总统交国会的即个多数，敢若无共款吼，但是政治就是一种互相的意见的一个交流啦，所以我其实袂足悲观的啦。我感觉讲，虽然大家意见无共款，但是咱的情形，咱台湾的情形，面对即个国际，尤其是两化的即个情势，其实咱虽然伫咧国内可能无共款的政党意见无共款，但是我是感觉会使互相会使达成一个即个共识的机会，也毋是无啦。我感觉因为咱特殊的即个环境无容允咱会使遮侪代志遮无共款，拢无处理，拢。尤其是两化的代志拢无处理，放咧即个国会内底拢无处理，所以我感觉不管两党还是三党，我感觉对即个尤其是交两化有关系的即个代志应该是会有一根到最后也是有一种最后的即个妥协啦。我感觉这真重要啦。我一直感觉讲政治就是一种妥协，无可能规碗拢放弃啦。你应定伫咧有得。优势啊，所以你爱看因为一个政党一定为上即个上核心呢，就是种上内底的迄种理念。只要迄个理念到最后的时阵，还佫有坚持条的。因为咱进入即个民主的社会，你就要面对后一届的即个选举，所以你的即个核心的即个理念，确实要坚持。但是你伫咧即个互相之让步，其实大家看伫咧眼内啦。因为安尼就是你的即个损失，有当可能是你后届选举的上大的即个票源，因为你的让步，互即个政策会使顺利的即个推行，所以国家袂使在遐空转啦，就是袂使在遐直细，你要互即个国家的即个政策会使向前行。当然做一个执政党。卡多啊，不管是蔡总统还是即马未来的赖总统，伊拢讲啊足清楚的，未来就是即个听在野即个民众的即个声音要安怎靠国家更加进步国家会进步无，就是执政党爱负责嘛。所以确实即个政策若无继续进行，其实最后爱派的即个可能即个上大的责任就是执政党。所以执政党理论上会互政策向前推行，但是讲想买苦落去买拜托。对，你看哪？你可能你的80%还是70%，你嘛是爱互这个政策会使向前来推进。所以我是无遐悲观啦，但是讲这个运作的方式，因为世界有足侪种这个政治运作的方式。咱即马今仔这个情形是讲，小可交咱过去的迄个习惯，咱的理解小可较无共款啦。但是世界遮侪国家政治共款咧行，甚至你的即个你的执政党的即个势力在即个国会较少，共款会使行但是我是感觉讲，我相对较无遐悲观，因为咱的情形较特殊咱无容允咱会使在遐国会空转啦，所以最后应该咱的政策应该也是会使有一个大家会使协和会使向前推。是，老师是较乐观啦吼。应该是安尼。咱看国内吼，其实我趁这个时间来算吼，咱这不分区吼，这个比例即马得到这个票数吼，国民党是34.5%，民进党是36.2%啦，这差2%外吼，可能差1色吼。另外民众党是22%，甲换算起来吼，差不多国民党甲民进党应该有12至13还是13、14，那么民众党可能有8色。因为加起来，咱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席数是34席，咱来看下
34席，34席，安尼就去分啦吼。所以真正是无一档会当过半，吼，这真正是无一档会当过半。那么无一档会当过半，包括着咱甲观众朋友来讲清楚吼，包括着各委员会的调职名，哦，这个大件啊！那过去吼两党的时阵吼，毋是你就是我，毋是你就是我，啊，大家来瞧。党政协商，即马加一党，而且即种的声音毋是咧说党，伊会甲你交责任呐，委员会交责任，因为交责任吼，通常会当来摆即个议程，我要摆啊，无爱摆，吼，我要散会啊，无散会主持运作，吼，有即种的。啊，另外，若要来比即个要比军头母，伊嘛袂输哦，吼，老师会当。来疗伤，虽然他都话我大部分赞成连议长所讲的，讲你这种你就要负绝大的责任嘛，吼。但尤其是你即马毋是多数啊，吼，你国家安全你嘛要屈落去啊，来拜托。但是我知影讲真侪议题是意识形态型的啊，咱会从此行入一种无注重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路线吗？虽然对话还佫有一个歹处边，老师安怎看？其实我的看法啦，拄好有一点无共款，就是讲未来两岸的关系会愈来愈硬啊。因为伊即届吼，中国会感觉讲，你三组咧选啊，吼，啊伊即摆的目标吼，就是讲以后看会当吼赖清德袂当有第二任，袂当有8年，所以有可能伊会愈来愈强势，啊配合着讲伫台湾有一寡人啊，还是国会有一寡主张。有可能就是讲，注定要交大陆吼，爱对话沟通，还是讲要通过一寡法案。所以讲，这会产生着这个民进党若是要杀一个少数政府，伊上大的问题就是安尼，伊的双边拢甲夹啦。吼，其实这是真歹处理的啊。而且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若是大概要有3组，你就永远无法度摕到这个较济多数啦。所以大陆较麻烦的部分就是讲，这个郭文哲伊这个白色力量到底以后是要安怎？因为伊若无交国民党夹，你就永远无，因为你看因两个票数加起来，然后就700-800几万啦，吼，伊两个夹起来就一定会赢的嘛。但是你若拢一直分了，讲无继续行我家己要突破哪里，吼，继续行，安尼会产生啥物？就是永远就是两组啦。大陆的意思就是讲，我就是要你做一任。哦，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啦，两岸的关系哦，伊袂放软啦。伊若放软的话，等于讲过去8年啊，蔡英文总统伊会照，伊毋是会放软尔，佫会较硬，有可能佫会较硬啊。所以讲，今仔应该毋免欢喜啦，吼，绝对毋免欢喜啊。未来的挑战会愈来愈多，毋是国会有挑战尔，两岸嘛有挑战啦。是，这是老师的看法。新老师，你安怎看呢？两位老师讲的吼。其实吼，咱袂讲，因讲的是无共面向，吼，啊，毋过其实两位讲的吼，拢做有道理。我一方面吼，我看连议长即个想法就是讲，有一个部分是相像的。我其实是较乐观，吼，因为基本上呢，民主政治就是冤家内底去找方法，吼，这就是民主政治，吼。你可能冤，你可能无一定爱相拍啦，吼，相争，吼，啊，毋过坦白讲，以台湾的即个情势，咱台湾是一个这特殊的即个环境嘛，吼，尤其咱阁有即个国家主权的即个爱面对即个部分的问题的时阵，咱讲有遮尔济无共款的各方的即个势力，吼，因伫咱的立法院内底，大家呢互相伫遐相争，总比咱出去外口相争较好。好，所以我是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我感觉第一，这是民主政治这时常看到的现象吼。咱去看做者欧洲的国家嘛是安尼啊，内底各力的政党，大家伫国会内底，各人行各人无共的路线。毋过你到尾啊，这个人代表人民的时阵，你搁安怎相争？你嘛是爱去甲这个代志找出一个大家到尾啊，拢总会当勉强接受的这个方式吼。啊，另外呢，第二点就是讲。坦白讲，以台湾目前啦吼，大家的教育程度其实嘛拢提高啊嘛吼，所以呢，你今仔日某一个政党，吼，你若讲伫国会内底，
你讲上过超过啦，吼，其实嘛是会牺牲伊0摆的即个前途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到目前的即个台湾，我对咱家己加较有信心吼。啊，毋过呢，咱拄仔即个蔡老师讲的即个部分吼，有那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吼，因为你讲过来，无管是咱内部外部啦，咱面对的即个挑战其实是足济吼，所以过来即个新的政府、新的总统，可能。爱伫即个上任进程吼，抑阁有足侪必须爱扛咱社会个说明好清楚吼，包括例如讲呢，即两岸的即个问题吼，你要安怎去扛即个大陆吼，有会当你讲卖甲双方的即个吼，咱讲一直紧张起来即个状况，你要用啥物方式去管理吼？即个部分。过来，即个新的即个赖总统呢，开始就会使准备甲咱大家说明啊，这有那是对咱大家较好的代志。是林老师吼。因为讲到两岸的这个关系里面哦，错字在我的部分其实较少，错字在人的部分是较济。哦，过去这8党当中，咱来看到一开始蔡总统所讲的话无得到回应了后，慢慢伊就开始缩紧就对着台湾的这个态度吼。所以我们才来讲错字在我的真少，错字在他的较济。咱如何会当透过第三期喙去讲你拜托，手势举较悬啊，唔通来检检啊。尤其咱国内诶，这个反对党，伊可能这个势力，尤其咱也知影讲选调的一寡委员，其实的立场是甲民进党的这路线是完全无同款的吼。这要安怎来化解呢？像美国来讲吼，美国虽然讲是无支持3党任何一个总统的候选人，都伊讲就是公平啊，不过我讲，安讲咱明仔看到这个国际的反应，国际的反应就是讲，就是知影台湾伊今仔日的选举啊，台湾对外交、对国际、对世界，伊的路线。赶快个延续下去啊！虽然讲以这个立法院是无过半，但是这个唔是讲国际社会上重视的这部分啦所以这个行政部门有足大的主控的力量伊有法度来决定台湾以后的这个方向就是讲以这个对大陆来讲。就是讲，伊无法度来忍受有一个12党的民进党的政府佮继续落去所以伊就是讲无法度讲完全都无啥物反应伊一定会反应这个是应该台湾大部分人都可以预测得到但是美国有足大伊的准备，咱看去台湾的选举。但是美国的军舰、航空母舰，以这个台湾这附近，我感觉就是讲，过去差不多一半档来讲，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慢慢会改变，改善啦，就是讲，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种好的发展，美国甲中国有足这对话，以这对话包括以这12月加今年1月。这个军事像2个国家，这个作战部长、作战层次最高的领导人，中国这个参谋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种是新的人，因有特别的视讯的对话，开始会讲话啊，所以人讲有这个交流，有这个联系，我讲因对台湾局势的控制，应该一部分啦。一部分就是讲来协助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和平较稳定所以唔惊咱台湾的选举，我看这个选举对台湾来讲3个这个政党的参选人都讲国家，咱较早都唔敢讲这个国家总统讲这个台湾的得数，就是讲。有这个足大的共识，这个共识，我感觉侯友宜甲柯文哲，因这2个特别对台湾
的外交，对台湾这个安全、这个国防应该爱增加这个国防的预算。老师，你的意思我听开也是，唔是？你认为讲，其实因拢进入到蔡英文总统的这agenda内面，讲国家的安全必须要安全，大家是差不多拢有这个共识的。是，所以你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这个立法院来讲，因为这个国民党的面向是较复杂吧，这个台湾民众党可能是较简单啦。但是这个柯文哲有讲到的，讲无一定，完全甲这个。即马拢甲你放000，互你要啦，老师，这上要一个问题要请教你马英九甲选前的前3天、前2天，伊发布了这接受这个 DW。德国之声的这个访问，伊讲，我当然要相信习近平咯。就两岸关系来讲，我一定要相信伊咯。但是在反映在选票顶头，你认为这句话是对着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还是无帮助，还是反倒来是对着民进党有帮助？这句话较属啊，甲简单甲像较多主持人讲的就要相信对方的领导者，我相信。伫咧台湾绝大部分的民众可能无接受，但是伊的内容应该是有较讲较济啦。但是讲一般来讲，媒体应该就是直接在讲即个上简单的这种讲法啦。但是这种讲法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理论上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不利的啦。但是国民党交这个马英九这个讲话这点中间有啥物到关系就是讲，尤其是即摆毋是马英九咧选举嘛，是讲即摆侯友宜咧选举，就是讲领导者你要出来选的人，对即个讲法迄个态度，我想开始主要的影响。但是对我想一般的迄个投票人可能拢无想遮济啦，伊可能是讲马英九反正就是拢共一个党的，你也如果简单甲讲，就是安尼讲法刚才主持人问我讲是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我是感觉可能无啥物帮助啦，卖有影响，就袂歹啊。你真偷笑啊？对啊，就袂歹啊。是，老师你感觉这句话敢有最后对着国民党来有伤害？因为一定有伤害嘛，就是讲最后嘛无招伊去最后一天的做蛇暗会啊，所以这句话的伤害就是简单讲，就是讲交侯友宜，因为唔是干那这句话尔，伊内底讲的物件，交侯友宜要做，讲来增加这个军备，要来协助，万一讲你用迄无效啦，因为中国足强的啦，所以你拢无效啦，用讲的就好啊。用讲的就是讲简单讲，就是那就去甲纠正啊。但是老师，因这趴数是40%差33%，差到67%、65%，伊敢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马英九讲了这话了，差到这6%去。你的意思是无影响到选举的最后的结果？但是就是讲，伊就是感觉伊第2嘛，你若讲较悬起来，当然对伊较好嘛。无伊想要操作弃保，其实你看就知影嘛，伊想要操作弃保，伊就是感觉讲伊对伊家己无自信啦。因为你的操作弃保就是讲，我安尼可能无法度做到第1名呀。所以伊这句话当然对的是有伤害，当然毋是讲这件代志，可能记讲这简单就好啊。当然啦，我是记者来讲，选民在做投票行为的这个选择的时阵，到底伊是听一句话，还是长久以来的印象，还是讲其实我坦白讲，我有亲戚前2天才来问我讲，即摆这倒一栋是什么人，倒一栋什么人？嘛有人安尼咧投票的，对有人讲，听讲有这个瓜市长咧选择讲，哇，伊讲就走去去咱头前去参与甲人嘿伊嘛是安尼咧选啊。对但是你讲迄个伫路上迄块影片有千几万咧看，甲有全部千几万拢投偌清德嘛无啊，所以其实选举是多方面的啦，你无法度干那讲这项安尼决定性，因为选举有足侪面向嘛，你无可能讲干那这项你就我决定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就是讲后手偌清德因咧拍的战略有较水淡薄国民党的部分就是讲，佮拄着马总统佮拄着迄个韩国瑜咧讲迄个拓江这拓江的囝谁能做副总统，这句足伤的啦。对，是啊，谢老师，想要你。马总统讲的这句话我有去甲伊的全部报道
找出来，就是伊全部的讲的话。因为常理来讲吼，咱无可能讲这款话，所以呢，我家己感觉讲，这个新闻可能是咱头尾甲切掉，所以我甲伊的全部的这个摕出来看，我感觉其实伊有一点仔委屈。咱公平来讲，这个新闻甲伊全部讲的话切其中几句，所以有一点仔定格到。啊，毋过到选举的时阵，你讲这时机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是，感谢四位，感谢四位，谢谢，谢谢。喊干你，你知道喊我啦？阿母，我一定要想办法害。我真希望你踮台北，甲我找条头路，导致伊是真混杂。我看你也是得考虑看卖咧。你敢